伴随着强烈的刺痛感，钟宁猛地睁开眼睛，入眼是破旧不堪的土房顶，周围的墙壁斑驳，而他身下垫着的，除了一层薄被，就是厚厚的稻草。不是，这可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我不是出车祸了？钟宁正想着，一段段陌生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叫钟宁，19岁，夫君季晨22岁，是个倒霉的童生。为什么说倒霉？因为季晨作为10里8乡有名的少年天才，早在12岁时就过了童生试。可就在他15岁准备考院试的时候，其父上山采药坠崖去世，他因此守孝3年。等他18岁再打算奔赴院试，又在考前遇到街上有人打架，他无辜被卷入其中，右手受伤，无法参加考试。这一连2次遇上这种事，继母心有不安，思量许久，想到让季晨娶妻冲冲晦气，季晨对成不成亲不置可否，继母就自己去张罗，然后就相中了原主。为什么相中？主要是原身家里礼钱要的少，只要了1两银子，简直不要太善良。之所以要的少，钟宁扶额叹息，谁让原主是个好吃懒惰又脾气泼辣、性格恶劣的主。尽管原主爹娘重男轻女，这么多年下来也被折腾得不轻。于是在收了继母1两银子后，迫不及待地把原主嫁出去了。原主嫁到季家后，自然改不了烂脾气，3天和婆婆一小吵，5天一大吵，和邻里也没少闹矛盾，可以说是恶名远扬，人憎狗嫌。更离谱的是，感觉到季晨对他多有嫌恶，不愿和他亲近。原主为了拴住对方，竟然给人下药。一夜混乱后，2人有了1双儿女。尽管不喜女主，但季晨对1双儿女十分耐心，在家照顾了他们1年。好逆天的剧情，好倒霉的我！人家穿越不是王妃就是公主，我穿成个泼妇。因着院试是3年2次，等21岁的季晨好不容易坐上去参加院试的小船，在甲板上看风景时，却不知被谁给推了下去，就这样又耽搁了。如此，季晨成了众人眼里名副其实的倒霉蛋，原主也对此万分嫌弃。恰逢在一次赶集的过程中，原主遇到一位长相俊朗、气度不凡的年轻才子，2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在对方的撩拨下，堪比单细胞生物的原主就不顾一切收拾细软，打算和对方私奔。细软是季家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1点银子，好在老天有眼，就在原主趁着夜色偷偷出逃那晚，他一个不察摔下桥去。就这样，现代的钟宁来了。不是，这怎么和我之前看到的那本团宠大佬们都想抱我回家怎么办的那本小说情节一毛一样啊？之所以钟宁能记得这么逆天的书名，正是因为里面的炮灰女配和她同名同姓。书里的钟宁倒是没有落水溺亡，而是在和情郎私奔的路上被对方偷走钱财，还被卖到勾栏院，最后受尽屈辱，没多久就挂了。这情郎也不是真的看上钟宁，而是一开始就受人所托，想要借此侮辱季晨。至于背后之人嘛，醒了。冰冷凉薄的声音在钟宁耳边响起，他惊慌地抬起头，入眼便是一张帅到有点惨绝人寰的脸。男人怀里抱着2个粉雕玉琢的孩子，一头细密的墨发随意挽在脑后，乌黑狭长的眉斜飞入鬓，一双凤眸幽深晦暗，挺拔的鼻梁下薄唇紧抿。明明是个会下地干活的农家子，皮肤却是十分白皙，细看连个毛孔都没有，配上那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的脸庞，钟宁忍不住看呆了。我靠，不愧是书里人气比男主还高的深情病娇男二，这长得就够刺激的。哇，真是个极品，原主居然睡过，死丫头命还怪好的。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可是这个女人分明连嘴巴都没有睁开过。继承怀里的小姑娘奶呼呼地朝他喊了声，还伸出手像是在要抱抱。哼，你要坏，不要他了。什
什么娘？他就是个不要脸的小偷，把咱家钱都偷走了。谁知道他拿着这些钱要干什么去？我可是听村里人说了，看到他和其他男人不清不楚的厮混在一起。儿啊，你还留着他这个贱人干什么？还不休了他？哼！还好老天有眼，让他摔下桥，被咱们找回来了。不然你今年赶考都没有盘缠。这个没良心的，这几年咱们家里对不起他，他居然还要偷跑。面对继母连珠炮一样的指责，钟宁只能眼观鼻，鼻观心，装聋作哑。毕竟人家说的也没错。哦，有一点说错了。虽然原神把钱偷走了，但按剧情你们也借到了赶考的银子，只可惜有人要你儿子不好过，安排人在他的考栏里塞了纸条，害你儿子彻底被取消考试资格。幸好2年后女主出现，她偶然发现了才华横溢的你儿，意识到她这种性格才能不可能作弊，于是安排人去查，给她平冤昭雪，这才有了后来权倾一时的冷面首府及女主的忠实舔狗。只可惜多情自古空余恨，尽管你儿为了女主付出一切，甚至不惜为她付出生命，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女主的爱。爱我别走。儿子，你听到了吗？快把这个贱人休了，咱家不需要这样的儿媳妇儿。完蛋，刚来就要做下堂妻，现在回去啃老还能行吗？会被人用扫把打出来吗？季晨眸子闪了闪，靠近一步，看着钟宁警惕地往床里缩了缩，直接把小姑娘放到床上，居高临下，冷声道：听不到孩子在叫你？看着眼前才1岁半，身上还带着奶香味儿，眼睛又圆又亮，像对黑葡萄的小姑娘，钟宁艰难地伸出手，左比划右比划，半天也不敢把她抱进怀里。倒是小姑娘咯咯笑着，露出才长出几颗的小米牙，双手胡乱比划着朝他扑过来。钟宁赶紧抱住孩子，又伸手捏了捏他软乎乎的脸颊，揉了揉他毛茸茸泛黄的头发。真可爱，就是瘦了点儿，脸色差了点儿。妹妹笨。季谦瞪了眼妹妹，又下意识将目光放到钟宁抱着他的手。要去找你娘吗？才不要。继母着急地拽着季晨走出门。儿子，你怎么想的呀？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不要脸的死了也就算了，要是没死把他赶出去，你怎么还反悔了呀？你别跟娘说你喜欢这个不要脸的啊，他可是差点给你戴了绿帽子呀。没有。季晨眼里一闪而过厌恶。喜欢？开什么玩笑，只不过他扯起唇角。留着他对我有用。什么用啊？好吃懒做，还天天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隔着窗户，季晨看了眼在床上抱着小姑娘，一会儿举起一会儿放下，逗得小娃娃笑个不停的女人。死过一回，或许他会转性呢。怎么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寒？傍晚，小乡村炊烟袅袅，看着摆在桌上的一盘野菜和一盆清澈见底的素米粥，钟宁陷入沉思。继母白了他一眼。什么转性啊？这不又要闹腾了吗？这死丫头，活不干，要求还不少，见不到沾了油星的菜就要掀桌子。继母这会儿已经默默用双脚缠住2条桌腿，绝不给钟宁一点机会。钟宁心里流着面条泪，他在现代可是妥妥的肉食主义者呀。没办法呀，来都来了，入乡随俗吧，好歹不是吃土。就这样，在继母警惕的目光里，钟宁拿勺子舀了碗粥，又夹了一筷子野菜，安安静静地吃起来。野菜味道不差，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没有放油，也没有放辣椒、大蒜这些调味，吃起来就很平淡，还有淡淡的苦味，还拉嗓子。但对于饿得不行了的钟宁来说，还是可以入口的。差点连锅底都添干净，钟宁还是没什么饱腹感。可面对婆婆频频投来的射线，她又不能当没感觉到，只能讪讪地收起碗筷，站起身。我去洗。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钟宁默默把碗筷放回去。那你洗吧。
你！在继母变脸色之前，钟宁端起锅碗就跑。白吃白喝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白吃白喝的，咱可是体面人。等钟宁回来，就看见季晨坐在桌边，耐心地给2个孩子喂米汤鸡蛋。2个孩子一人一勺地喂着，遇到孩子嘴边沾了汤，他还会拿起手帕仔细擦干净，十足慈父模样。季家虽说不富裕，对2个孩子却是没有亏待。养的2只老母鸡下的蛋一半都进了孩子嘴里，另一半被原主吃了。注意到钟宁一直直勾勾盯着这边，季晨不悦地皱眉。季谦下意识护住小婉，之前娘就抢过他的鸡蛋。至于季元，这是个傻孩子。娘，吃？不吃不吃，娘不吃，娘不饿。圆圆，你吃吧。吃完饭洗漱完，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钟宁盯着房间里那张存在感极强的床，又看了看还在桌前翻书的季晨。虽然但是在昏黄的烛火下，男人那张冷肃的脸看上去越发俊朗出尘，宛若谪仙下凡。果然灯下看美人，越看越勾人。这么看也不是不能一起睡一下。钟宁下意识擦了擦嘴角，季晨捏着书页的手背青筋微突。果然不该留下他的梦。我要娘。圆圆！听到小丫头的哭声，钟宁一秒回神，立马往旁边的小屋跑去，将小姑娘抱在怀里轻轻晃悠着。看她慢慢止住了哭声，钟宁心里柔软一片。在现代，她也算是事业有成，只可惜一直没有结婚生子，为此没少被爸妈念叨。如今穿书，亲也成了，孩子也有了。虽说这亲目前看起来和幸福甜蜜挂不上一点钩，但2个孩子还是很可爱的，能无痛当妈也不错。小没良心的，这种娘你也要？听着继母酸溜溜的话，钟宁直接白了他一眼。你没事就回去睡觉吧。虽说他不打算挽救在深情舔狗和他妈眼里的印象，可在孩子这儿，他还是要努力当个好妈妈的，可不能让便宜婆婆一直在孩子面前挑拨。娘，不要走。圆圆双手双脚紧紧地抓着钟宁，看着孩子那双清澈懵懂的眼睛，不知为何，钟宁心里隐隐刺痛。这孩子是感觉到了什么吗？不走，娘不会走的。钟宁抱着孩子走到床边，掀开被子和他一起躺进去。娘今晚陪你睡，可以吗，谦儿？又摸了摸缩在角落背对着他的季谦的小脑袋。随便。要不要娘给你们讲睡前故事？要。不要。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国，里面住着国王和王妃，他们每天都在向神明祈祷，求您给我一个孩子吧。钟宁给2个孩子说着睡美人的故事，小圆圆很快睡着，小谦则是竖着耳朵，眼睛亮亮的。王子在城里转了半天，最后在塔顶的房间找到公主。睡着的公主真漂亮呀。钟宁说着说着没了声音，季谦急切地转身就看见娘亲闭着眼睛，嘴巴微张。故事然后呢？钟宁也没有个回应，给小孩气得脸鼓成河豚。最讨厌娘亲了。窗外，季晨转过身朝屋内走去。清晨，面对一碗清汤寡水的糙米粥，钟宁不争气的胃反酸了。这样吃下去，真的不会饿死吗？再看2个孩子也吃的粥，不过是更稠一些，还吃得津津有味。钟宁有些心疼，搁现代，宝宝辅食做出花来，孩子还不一定吃，这2个小娃娃却能吃下刮喉咙的糙米，太懂事了。再看季晨吃起这些糙食来也是面不改色，甚至因为吃相过于优雅，竟让人无端端产生这糙米粥是不是什么神仙佳肴的错觉。这就是帅哥滤镜吗？羞涩可餐，果然不是开玩笑的。吃完，继母扛着锄头下地，季晨也跟着去。季家原本有10亩地，其中8亩旱地，2亩水田。继父还在时是10里8乡的种田好手，还会上山挖草药换钱，日子过得很是不错。
继父一去，这田只靠继母和继承做不了太多，便将6亩旱田都租了出去，1亩每年收300文租金，这点钱远远不够一家人用，更何况继承还是个读书人。尽管他在学院因成绩优异免收束修和书本费，还能每年得点奖学金，但笔墨纸砚加上在饭堂吃饭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在原主的记忆里，哪怕继承在学院时有靠抄书挣点银钱，一年也仍旧要从家里拿起码5两银子，拿的自然是季家之前的存银，加上赶考置办盘缠啥的，一年大把银子撒出去，还没有一点回馈。原主又是个爱财如命的，可不得对继承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想到家里的财政情况，钟宁又觉得何该一天3顿糙米粥。农闲的时候甚至只有2顿，把院子里的木柴劈了，打了2大缸井水，又拿糠喂了鸡。钟宁将家里换下来的脏衣服收拾收拾，准备拿到河边去洗。这搁以前都是继母回来要干的活，但钟宁不是原主，做不到看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累得前脚打后脚。娘，别惹！这孩子说话清晰度比他哥哥差了不是1星半点。娘不走，娘去给你们洗衣服。和娘一起。圆圆乖，在家里等娘一会儿好不好？河边太危险，小宝宝掉下去就不好啦，就会像睡美人一样，永远都醒不过来，也看不到爹娘了。不要看到爹娘，那你就和哥哥在家里等我好不好？好。小姑娘撅着小嘴不情不愿地答应。钟宁蹲下身，冲着在一旁拿小木棍在地上画圈圈的季谦招手，季谦就像没看到一样理也不理。钟宁无奈，这孩子哪里像才1岁多的崽，又聪明又敏感。霸总文里的3岁小黑客有原型啦。钟宁抱着纪元走到季谦面前，又单手将他捞进怀里。你放开我！季谦涨得脸通红，小手小腿不停挣扎，却没有真的用力去打人。钟宁蹭了蹭他软乎乎的脸颊。乖啊，娘去洗衣服了，谦儿看好妹妹好不好？谦儿。季谦扑腾的手脚停了下来。从他能体会到大人的情绪以来，他就没见过娘这么温柔的样子，更没听过娘这样叫自己，就像他见过的村里其他温柔的母亲一样。把俩孩子抱回床上，钟宁抱着一大堆衣服走出门。哎呦，季家媳妇来洗衣服啊，这可真是稀罕啊。这是不打算走了？早给你说了，好好跟继承过日子。虽然那孩子命不好，但人没得挑。可不是嘛，就是运气差了点儿，没法让你当秀才娘子。可咱这村里能出个童生都已经很不错了。这不考上秀才可不行啊！继承的孩子身体弱，不是种田的料。那哪是想考上就能考上的？没看这都几年了，现在还天天跟他娘一起下地，这书还记得吗？那不是老遇上意外吗？这1次2次叫意外，好几次了，怕不是没那个命。老张家的，别乱说。钟宁撇了撇嘴，原主平时就没少听这些人看似关心的挑拨，加上他心性不坚定，没多久就生了跑路的念头。可自己不是原主，钟宁将衣服丢河里，泡湿了以后猛地拿上来，溅了周围人一身水，又用棒槌用力敲打，水星冒得到处都是。哎呦，这是干嘛呢？啊，都给我衣服搞湿了！钟宁，你什么意思啊？呸呸呸！不乐意听就不听，搞这一套恶心谁呢？钟宁抬起头，冲着周围人露出灿烂又无辜的笑容。实在不好意思啊，没干过活，不知道轻重，大家不要生气啊。看他这样，旁边人哪有不理解的？这是私奔没奔成，拿他们出气呢。这个疯婆娘！其他人愤愤不平地走了。钟宁这才拿皂角淡定地轻轻洗起衣服来。怎么样？我家今天有肉吃，你们2个吃过肉吗？小圆圆嘴角有可疑的水光流下，季谦挡在妹妹前面，小眉毛竖成倒8字形。关你什么事？
哼，两个乞丐，想吃吧？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小乞丐要饭的，我就赏你们一人一块肉。滚！喂，我就不滚！小乞丐，你娘呢？哦，我知道了，和其他男人跑了。你们现在是没人要的孤儿喽。娘在哪里？我娘没走。这死小孩！钟宁看得怒火中烧，更让他生气的是，这孩子原主还认识，正是季晨他二叔家的孩子。季家是13年前分的家，在继母没嫁到季家前，作为大儿子的继父一直在给家里挣钱贴补，甚至两个弟弟都拿着他辛辛苦苦的银子成家养老婆孩子了。继父还在给一家子当老黄牛，继母性格泼辣强势，嫁到季家以后也没少吃亏，让两口子下定决心分家，还是因为季晨读书。季晨学习好，人也勤奋，季家二叔、三叔、二婶、三婶他们却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连同季家老爷子老太太一起逼继父让季晨不要再念书了，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哪那么容易翻身。继父为了儿子第一次反抗家里人，再狠狠脱了层皮，甚至签了断亲书后才得以分家。夫妻俩带着孩子刚分出来，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还是住的村头塌了一大半的破庙，吃饭都要找人借陶锅，可见日子过得有多苦。等到季晨考上童生，他二叔、三叔家倒是又巴巴的想贴上来，被继母冷嘲热讽赶走后，季家子结怨愈深。这几年季晨连着倒霉，最高兴的当属这俩家。果然，最不想让你好过的就是那些刻薄亲戚。你们这群人欺负季晨他们母子也就算了，还想欺负我的便宜子儿，想都别想。钟宁目光四处转了转，看到地下有几块碎石，顺手捡起来，石子准确无误砸中小胖墩的小腿。不错啊，看来我在现代那点本事没丢。哎呀！小胖墩直接摔倒在地，手里的碗跟着摔了出去，里面那几块肉也掉到地上。谁打我？肉，我的肉！小胖墩四处张望，没看见人，又看到地上的肉，当时眼睛就红了，一边哭还一边爬过去把肉捡起来吃了。这是个又坏又蠢的吃货。等小胖子哭唧唧地跑走，钟宁这才走出去。娘！一看到钟宁，刚才还在嗷嗷哭的小姑娘立马止住哭声。怎么啦？这是谁家的小花猫啊？哭成这样，脸要变丑啦？钟宁一手抱着盆，一手牵着纪元，看到季谦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又松开手揉了揉小孩的脑袋。谦儿做得很好，保护了妹妹，还没有哭，真棒。我才不会哭。一家三口进了屋。中午，季晨回来的时候，手上拎了一条用草绳拴的肉。继母看到以后，很是愣了下。这儿子，你怎么去买肉了？想这两个孩子很久没有吃过肉了，就去买了。可是这……继母有心想说家里已经没什么钱了，连供他这次去复考都够呛，哪还有钱吃什么肉？可看到儿子微微摇头，似有什么内情的样子，又只能忍了。哼，谁说我家吃不起肉？谁说的？二爷爷家同保，他还说我和妹妹是乞丐。这死孩子，等着啊，奶奶这就给你们做肉去。继母也起了攀比心，立刻拎起这约莫1斤的肉往厨房去。等下刀的时候，想了想，还是只切了一半。这不年不节的，吃那么多肉，又不是地主，剩下的腌起来，煮粥的时候给俩崽子碗里加点就行了。中午吃的小白菜炒肉，虽说油少肉也少，可还是给钟宁激动坏了。但看到默默避开肉片的继母和继晨，钟宁还是心塞的，转而也去夹小白菜。你要说搁现代，做妈的不吃肉留给孩子吃，那可能叫没苦硬吃，自己感动自己。可在这时候，就真的是现实如此。看到钟宁这样，继母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不是，
这儿媳妇还真转了性了。以前有肉他是恨不得一个人饱览，今天居然一口都不吃。我的老天爷呀，这合理吗？娘亲，一片肉颤颤巍巍地掉进钟宁碗里，看着勺子都拿不稳还给自己分肉的女儿，钟宁感觉眼泪都要淌出来了。哎呀，果然女儿都是妈妈的小棉袄，乖宝等着，娘绝对要给你们搞得吃不完的肉。正想着，又一块肉进了碗。在钟宁看过来之前，季谦先撇过头，给爹和奶奶各舀了一块肉。爹奶奶，你们也吃。好，乖孙儿，奶奶没白疼你。小圆圆也不甘落后，继母是真的感动到老泪纵横。虽然这儿媳妇不怎么样，但这对孙孙是真招人疼啊。一家4口正温馨地吃着。沈翠花，你出来！沈翠花，哪个要死的喊什么呢？还让不让人吃饭了？继母气势汹汹地走出去。你看看我家童宝在你家门口摔的啊，膝盖都出血了，碗也打碎了，你赔！我赔你奶奶个腿儿！是我把他推倒的呀，这搁哪家门口摔倒就要赖谁？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村民们听到争吵声也顾不上吃不吃饭了，一个两个都跑过来看好戏。怎么就不能赖你们了？我家童宝好心好意带肉来分给俩孩子吃，结果摔了，你这当大奶奶的可不得赔他。你这样我家童宝以后啊可不会再来看望2个小弟弟小妹妹了。脸都不要了是吧？分肉啊，这孩子有那么好呢？也怪可怜的，看那膝盖摔的。翠花啊，你就别骂了，给孩子买点糖吃，安慰一下。就是啊，人家小娃娃也是出于好心呢。买糖？我哪儿来的钱买糖啊？你给我们呢？再说了，他们说送肉你们就信呢？肉呢？这碗摔地上了，肉摔哪儿了呀？让野狗吃了？你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狗！小胖墩气得脸通红。钟宁默默在心里给继母点了个赞。你有这么毒的嘴，干什么都会成功的。沈翠花，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怎么说话呀？我骂人了吗？这不是说谁吃了那碗肉谁是狗，又没指名道姓骂人。倒是你们家童宝怎么回事啊？小小年纪嘴这么贱，你们平时怎么教的？不会，我替你们教。说着，继母高高扬起手，打算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那童宝躲得倒快，巴掌直接转了个方向朝皇室脸上打去。皇室被打懵了，回过神嗷一嗓子就要打继母，2个女人立马厮把成一团。钟宁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倒是季晨立马走上前试图将2个人拉开，甚至为此挨了皇室一爪子。真是个孝顺儿子！皇室还想动手，一抬头对上季晨幽深阴沉的眸子，不知为何心里生出几分惬意，但他嘴上不饶人。看什么看？晦气的东西！我看你呀，这辈子也考不上秀才。当年我们可没说错，把钱给你这瘟神读书，还不如留在宫中。你看看你这些年败了多少银子，家里都要被你掏空了。钟宁无语望天。刘公主，给你们一大家子花是吧？婶子，真的，我要是有你这不要脸的劲儿，我早就去路边拿个破碗发财致富了。谁不给我钱，我就抱着他裤腿爬3条街。你说谁要饭呢？你个死丫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那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这是季家，是已经分出来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季家，段亲书还在里长那里放着呢。你搁这教训谁啊？你配吗？屁股出气也就图一乐，真放屁还得看你嘴。骂他们可以，骂我不行，我多无辜啊！我只是个仗义直言的小女孩啊！你！皇室气得浑身发抖，抬手又要打钟宁。钟宁哪里给他这个机会，直接一脚踹他肚子上。不是，你当老娘吃素的？皇室在地上嗷嗷半天，难受的不行。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欺负我呀！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他起身拽住童宝就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得一到几时。等皇室走了，继母立马去关心儿子脸上的伤，两个小孩也一人一条大腿抱着继承不放。我好像个局外人，不，我就是。钟宁扫了一圈周围的人，还看什么看啊？是看我相公可怜，打算众筹点银子给他治吗？那就谢谢各位了。他说着朝其他人伸出手，还一脸单纯地眨了眨眼睛。接下来几天，钟宁一边带娃一边在家里做家务，整得继母看他就跟见了鬼似的。原主以前也不是没干过活，都是在犯了大错以后用这招来讨好继承，但是没2天就会打回原形。钟宁现在这样，继母真的很难不怀疑他是不是被鬼上身了。听到这话的继承眼睛都没有从书页上离开。即便是鬼，只要比原来好，又有何不可？说的也是。小圆圆好奇地趴在娘亲腿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钟宁手上的树枝。季谦就直白多了，直接问：你磨这个干嘛？给你们搞肉回来吃，还有气得喊娘，要有礼貌，知不知道？季谦瘪了瘪嘴不吭声，钟宁也不勉强，便宜崽子嘛，认自己也好，不认自己也罢，反正养着玩，又不真指望他们给自己养老。主要是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老那一天。唉，反派啊反派，我不拦着你和女主你侬我侬，藕断丝连，奸夫淫妇大胆狂徒，你能不能饶我一命啊？正在默背上书的继承额角皱了皱，拿起书就往后院走去。又犯什么病了？隔日，小千、元儿，娘出去一趟，你们2个乖乖在家好不好？娘去哪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小姑娘已经没之前那么害怕钟宁出门了。不过每次钟宁走，她还是要抱着腿依依不舍一番。娘去给你们弄肉吃。娘，有钱？季谦皱了皱淡淡的小眉毛。他虽然很小，但他已经有了家里很穷没有钱的意识。不用钱，总之你们乖乖等着就好啦。娘中午就回来，你们2个在家里玩，娘把门从外面锁上，不让坏人靠近你们，好不好？好。太乖了，太乖了，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吗？哦不，现在是我的崽了。钟宁他们住的地方举目四望，哪哪都有山，连绵不断。正因如此，便是在最穷的时候，饿死的人也远比外面少。平时村民们会去山里打点野，采些野菜、野蘑菇、野果，在山上碰运气，看能不能抓着猎物。一些大胆的人会往更深一点的地方去捕猎，设陷阱，但也仅限于外围，因为深山里是真的有野兽，例如狼、熊瞎子、老虎。除此之外还有毒虫、毒蛇，所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猎人也很少涉足山林深处。钟宁这次也没打算往深山去，虽说他在现代玩过好几年射箭，技术挺不错，也拿过不少大奖，但实实在在去打猎这还是头一遭。要不是实在受不了每天清汤寡水的日子，加上想搞点肉给俩孩子补补，他也不会冒险进山。天灵灵地灵灵，老天爷保佑，我能轻轻松松抓到野鸡、野兔，也可以直接来个撞树上的野猪，再让我捡个灵芝、挖个人参，这不过分吧？这不是种田文常态吗？走在堆满落叶的山地上，钟宁一边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一边用树枝在地上摆标记，以防回来找不着路。走了不知道多久，钟宁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有些幽暗，头上树木太过茂盛，遮蔽了阳光，同时脚下也是又深又软的枯叶，往前也没有明显的路径，想来已是少有人质的地界。钟宁在原地站了会儿，果然很快就听见周围的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他眯着眼睛一箭射出，下一秒就见一只野鸡腾空窜出，眨眼飞没了影儿。果然打活靶子没那么容易。又艰难往前走了一段路，在又一阵窸窣声响起时，钟宁同时射出2支木箭。这一次他明显听到了箭没入皮肉的声音，中了。果不其然，地上躺着一只灰兔子。抱歉了。钟宁双手合十朝可怜的兔兔拜了拜，然后无情地将它扔进背篓里。
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干辣椒啥的，麻辣兔兔可以哦。又往里走了一段，钟宁又射中一只野鸡，还在山里的枯树上采到木耳，还发现了不少野山莓。他先是自己吃了个爽，然后才用树叶包了不少，打算回去给2个小崽子尝尝鲜。估摸着时间不早了，钟宁原路折返。我就知道这个不要脸的死性难改，他前2天都是在装样子呢，就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好逃跑。儿啊，你就该听娘的，当时就把他休了。这下好了，咱家又要成村里人的笑柄了。纪元眼圈红红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小手紧抓着爹爹的衣角。娘，找娘。找个屁，他都跟人跑了。你把他当娘，他把你当女儿了吗？别哭了，哭，那种女人有什么好哭的呀？等你爹考中秀才，给你们找个大家闺秀当后娘，绝对比他做得好。不要后娘！你们2个傻子，这么容易被那个贱人骗？别说了，他没走。你怎么知道？季晨没有回答，而是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发顶。元儿去和哥哥一起玩吧，你娘等会儿就回来，爹去给你们做饭。这都喝了什么迷魂汤呀？儿子，那肉省着点吃。钟宁走了好一会儿，实在累得受不了，坐下歇歇脚。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头上一阵细微的声音。他猛地睁开眼睛，和一条粗壮的3角头蛇打了个照面。哈喽啊！就在蛇头冲过来的那一刻，钟宁直接躺地上打了个滚，也顾不得多想，射了一箭直入蛇头。想了想，又捡了个石头，狠狠给蛇脑袋来了几下，蛇彻底没气儿了。钟宁赶紧捡起竹筐要走，走了2步又回头，用剑扎着蛇一起带走。这玩意儿应该是毒蛇，毒蛇是能卖的吧？哎呀，你的穿越我的穿越好像不一样啊。等钟宁回到家附近，远远的就看见2个孩子像俩蘑菇一样蹲在围栏边，眼睛眨也不眨的往外看。等看到钟宁，小圆立马跑了出来。娘回来了。季谦瘪了瘪嘴，眼眶泛红，哼了一声朝院里走去。娘去的地方有点远，没及时回来。圆圆，别生气。娘。纪元高兴地连亲了钟宁几口，给钟宁美的眼睛弯成一对月牙。又去哪里浪了？2个孩子都不要了是？哈！继母被突然凑到近前的死蛇吓了一跳。你不是问我去哪儿了吗？我上山去了。你要是实在闲的没事儿，就把这篮子里的东西都收拾了，别一天天搁这嘴贱讨人嫌。嘴贱也行，别当着我和孩子的面，不然下次直接把蛇呼你脸上，信不信？你反了你了！你别忘了，这个家是谁当？钟宁也不理继母，把竹筐直接丢他面前。继母还要骂，看到竹筐里的野菜也哽住了，这真是去干活了。等他把筐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更是震惊到嘴张大到能塞下一颗鹅蛋。我的老天爷呀，这哪来的野鸡，哪来的野兔子呀？还有这么多木耳呢，多肥的鸡呀！还是野鸡，拿出去卖可得值个150文吧。还有这兔子，搁一块儿怎么也能卖个270文。这么便宜？他还以为一只鸡得1-2两呢。钟宁伸手把鸡和兔子抢过来。卖是不可能卖的，别多想了。这鸡和兔子是我从山里打回来给俩孩子吃的，看看这俩孩子瘦的，不多吃点肉补补，像话吗？这还不是因为你把他们吃的肉给抢光了？谁知道你是不是说的好听，结果比谁吃的都多。儿子，你说是不是？他还想把这些野味卖了，给儿子多置办点盘缠呢。季晨在一旁给小姑娘洗手，小丫头刚才吃野果吃得一手汁水。闻言，清冷的眼眸微掀。按他说的做吧。可是，是他打的猎物，他有决定权。继母这才黑着脸把话憋回去。做的时候自己可得在厨房偷留几块，省得被这女人吃光。那什么，虽然野鸡野兔不卖，但这条蛇还是可以卖的。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镇上看看能卖多少钱。你们有人愿意陪我一起吗？
别让我上当受骗啊！我可是连在实体店买衣服都只能砍半个零头的那种。这我明天不行啊，我雇了2个人帮忙插秧，得看着他们干活。要不你等后天？继母也怕钟宁被坑了。这天搁得住吗？现下已经是4月，天不算冷了，继母也愁。我陪你去。啊？不行。行，怎么不行？太行了！谁敢说你不行啊？娘，圆圆也去。好，带你去。季谦没有说话，但偷偷飘来的小眼神说明一切。钟宁笑着捏了捏他的小脸，也带你一起去。可别给他们乱买东西啊！当晚，一家子吃的半只炖鸡配糙米饭，炖了半下午的鸡，鸡汤金黄，鸡肚子里还有不少没成型的蛋，配着葱花飘在汤里，那香味散到邻居家，直馋的隔壁小孩嗷嗷哭。想吃肉啊？去你婶奶奶家要去，不就是2块肉吗？你一个小孩多可怜啊，婶奶奶肯定舍得给。陈大丫，你要脸吗？我家这多久吃顿肉啊？你也好意思让孩子来要？那下次你家吃肉，我也让我家孩子去你家要呗。别呀，孩子还小，搁人家门口待久了挺累，到时候我去要。我家2个孩子可得多讨2块肉。好啦，二狗子，过来吃肉吧。要什么要啊？不吃肉能饿死你啊？2个小孩他能当没看见，可钟宁这个泼妇不行啊。以前他可没少见这个女人为了一口吃的搁家撒泼骂人的样子，甚至还掀桌砸碗呢。这可比只吵吵不动手的沈老太威力大多了。哼，这不要脸的！咱们家最苦的时候，他家连把青菜都舍不得给，现在还想来占咱们的便宜。你今天干得不错啊！谢谢夸奖，我一直挺不错的。把继母噎得不知道说啥，这顺坡驴。次日一早，钟宁牵着2孩子，季晨手里拎着装蛇的篓子，一家4口一起出了门。咱们怎么去啊？坐有才叔的牛车，一人给2个铜板。孩子也要给？2个孩子一共给2个铜板。那好吧。到了村口，没等一会儿就等到有才叔的牛车。整个村里也就有才叔家、李正家还有季晨他爷爷家那边有牛。季晨爷爷家的牛还是继父当年出了大部分银子买下来的小牛养大的，为了能成功分家，这牛最后也没要，脱层皮可不是开玩笑的。小陈和你媳妇儿今天也去镇上啊？季晨给了铜钱，眼看季晨连2孩子的钱都给了，有才叔满意的点点头。有才叔，等等！不远处，一年轻女子挥了挥手，她身边还跟着仨小萝卜头。这王玉荣在村里名声不太好，很多妇女背地骂她狐狸精，勾引自己男人帮她干活，还找自家男人借钱啥的。她平时不大与村里人接触，都没少听说这些风言风语。王玉荣长得确实不错，不是说五官有多精致，而是皮肤白嫩，身材丰满。有才叔，我带着孩子去赶集，给你钱。王玉荣说着给了有才叔2铜板。有才叔皱了皱眉，瞅了眼他旁边3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小王啊，你就出你一个人的车费呢？这仨小孩能占到什么地方呀？话不是这么说的，你家这3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一个5岁，比小陈家的都大不少。小陈都给2孩子一人交了1铜板车费，你好意思一点都不给吗？是吗？小宁妹妹，你居然没意见？你以为我是你啊？王玉荣傻了眼，没想到钟宁居然这么伶牙俐齿。他尴尬地笑了笑，随即将目光转向一边。我身上没有铜板了，继承哥哥，你能借点给我吗？这就被缠上了。继承哥哥，你好像比我老。不愧是你，钢铁直男。不好意思啊，小陈，你看看能不能借姐姐一些铜板，姐姐很快就还你。我家银子是夫人在管，我做不了主。不是，你叫我什么？你没事儿吧？伤敌800，自损1000。你说这话你不心虚吗？我管钱，我连钱放在哪里都不知道呢。自从原主偷了一回家当后，现在银子都给继母管着。
这样啊？那小宁妹妹呢？你当我傻吗？你要是真想还，你不如舍有财叔的，等回来连回来的车费一起给他。说的是啊，这可真会糊弄人。要说还是钟宁聪明，我家那口子就是个蠢驴，借了他10文钱，到现在都还没还呢，还说不好意思要。那你找他要不就行了？那也得他认啊，说什么他不记得了，要我家那死人去找他。看看这脸皮厚的，我家那玩意趁我不在，还给他家修了2天屋子，一个子都没收。这男人啊，没一个靠得住的。还有我家，给他白送了多少条猪尾巴了？钟宁耳朵一直竖着呢，闻言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当然也佩服这位家里那口子。那就等回来，我再把钱给老叔您。等了半天，这牛车终于是慢悠悠地走了。刚下牛车，一家4口就直奔药材铺去。因着继父以前也会上山采药来卖，季晨也知道几家还算良心的铺子，他也没有兜圈子，直接把篓子打开。看到这么大一条蛇，还是毒蛇，掌柜的也不由啧舌。这是5步蛇，我得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了，可惜头被砸烂了。你要提取毒液？要那玩意儿做什么？制作毒药给自己添麻烦吗？就是留着的话，可以泡蛇酒，更有价值。这没了脑袋，只能剥皮吃肉。不过这蛇皮、蛇胆也是好东西，可以入药。这样吧，我给你们2两银子如何？这可是实诚价。2两银子挺多了，可以买好多鸡呢。钟宁还是挺满意的，季晨却没有立刻答应。家父在时说掌柜的是实诚人，相信不会骗我们。只是如今家计艰难，到底想多比比价，看能否还能多挣一些。见季晨他们要走，掌柜的立刻上前阻拦。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多加500文。实在是我这边的客人想多买点蛇肉回去补补，所谓以形补形。这也能补？还能像蛇一样长出2根不成？好。这回季晨没再拒绝，掌柜拿出钱就要递给季晨，后者用眼神示意了下。给我夫人就好。没想到你还是个妻管严。掌柜挑了挑眉，一副我都懂的样子。下次再有这种好东西，一定要来我这里卖啊。收了钱，钟宁出去就问季晨为什么不再去其他店铺看看。这康宁堂也是镇上数1数2的药材铺，出的价格一般不会比其他家低，且村里之前也有人卖过毒蛇，有接近1臂长的，也只卖出1两多。哇，这么坑！普通百姓哪里知道其中价值，就1两多也够村人眼红了。确实，好多人家1年到头都存不到这些钱。听见了吗？咱们家挣钱的事儿不要对外说，不然有些坏人晚上爬进家里偷钱的，钱没了事小，人要是受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哇了！纪元抬头，一脸懵懂，季谦则是握紧小拳拳，重重点头。知道了。好了，咱有钱了先去吃早饭吧，娘请你们吃。我要吃肉包，吃2个，不对，4个。我也要。你吃不了那么多。娘吃，我也吃。好，都吃。一家4口点了3碗咸豆腐脑，2个孩子分1碗，2笼包子，1笼里有6个。能吃得完吗？吃不完不还有你奶奶吗？怕你奶忘了，她白疼你了。钟宁捏着小孩的脸调笑，后者脸红扑扑的。对哦。季晨坐在一旁，嘴角扬起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清浅弧度，尝了一口古代的大肉包子。钟宁满足地眯了眼睛，这包子内馅丰腴，汁水充盈，特别是吸上汤汁的那部分包子皮，简直不要太好吃。豆腐脑也是，配上香菜、花生碎、木耳、芝麻，既滑嫩爽口，又口味丰富。这么看来，想在这个架空世界靠做吃的来致富，难啊。钟宁忍不住在心里感慨，更何况他也不是很会做饭，一个上班族天天做牛马就够了，回来谁还有精力做饭啊？没听过那句做饭半小时，吃饭5分钟吗？还不如点外卖来的轻松。那要靠什么发家致富呢？打猎？不行，
钟宁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挺有逼数的，他这次也就是运气好，就他这水平，平时去山上打个野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还行，要靠这个做长期生意发家致富，想都别想，小命要紧啊！难道真的要等着赤情种出人头地？可能和我有鸡毛关系啊！到时候他第一个想踹掉的就是我。钟宁越想越惆怅，这肉包子吃起来都没那么香了。季晨多看了他2眼，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心思。吃完饭，季晨先拿出钱，钟宁赶紧拦住他：“我来付，要不是你，我那时候卖不出那么多钱。这早饭才值几个钱啊？一个肉包子3文，1碗豆腐脑5文，一共才51文。这点钱我给。”闻言，季晨也没有和钟宁争。走在古代的街市上，钟宁就像个乡巴佬一样左看右看，边看边盘算着要买些什么回去。你有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我要去书铺里把之前抄的书交上，再买些纸和墨条。你还带那些了呀？来到书铺，季晨把小包袱拖到台上，书铺掌柜的翻开看了看。哎呦，季相公的字还是那般的风雅有韵味，我这书铺啊，也就是您抄的书卖的最快呀。哪里？这一本《论语》还是像以前那样按10字1文给您算给您凑个整数，这是1600文。钟宁看着那厚厚一沓书页，只能感叹一句：才1两多啊，廉价劳动力，倒是比印刷的贵，但贵只贵一点点，说好的一字千金呢。劳烦您再给我拿2刀纸，1刀便宜的，1刀宣纸，2块墨条，1条便宜的就行，1条松烟墨。好，一共收您500文吧，这可比卖给其他人少收了50文呢。哎呀，季相公，您又要去复考，这一时半会儿是没办法找您抄书了呀。等考完，在下会再来找您，劳烦掌柜的多多关照。自然。对了，这位是季相公的夫人。不等季晨回答，钟宁先跑了过来：掌柜的，这些画本都是你们自己书稿发行的吗？算也不算，这发行书稿不是谁都可以的，一般只有几个大的有资格的书铺才可以。在发行之前，他们还得往上交由国子监去审。国子监？我还以为那里只是教书育人的呢。内设机构不同，自然职能也不同。好吧，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夫人家里是有人想投稿子吗？算是吧。同在一个屋檐下，钟宁可不觉得这事儿能瞒得住季晨这个聪明人。不嫌弃的话，夫人可以让那人将稿子交给我。你这边可以戳。我这里不可以。眼见钟宁嘴角又撇下去。但是上面的主家可以，不过稿子我这里要先审核一下。毕竟东家眼光高，要是送上去的东西太普通，可能会惹他不高兴啊。好，应该的。你打算写画本？不行吗？原主应该没有暴露过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这件事吧？真要问起来，我就说我是小时候在村里偷学的。也幸亏这个时代的文字和现代的繁体字几乎一模一样，不然钟宁也没有自信能去写画本。他已经想好了，先写个简体字版，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的替换成繁体。对了，我没有买纸，你等等我。我这里有。啊？你不用吗？家里还有些剩余，足够用到我去参加考试。好耶，省钱了。俩人带着2个仔又在街上买了不少东西。首先就是米，钟宁已经吃够了糙米，所以特意花20文买了1斗白米12斤，又花了25文买了5斤白面，30文买了2斤猪肉，50文买了10只小鸡仔，20文买了些便宜点心，10文买了1两糖，6文买了2根带点肉的大棒骨，还买了豆腐和其他一些调味料。除此之外，钟宁还裁了些生绢，准备给俩孩子各做2身衣裳。
他倒是想给孩子买成衣，但是一套就要100文，买布料自己做可以省去快1半的钱。她不会做，可以靠她婆婆吗？这不过分吧？毕竟她这个当娘的出钱了，奶奶出点力怎么了？买了一大堆，钱花的也快，就这么一会儿，钟宁已经花掉500文了。嘤嘤嘤，真是挣钱如滴尿，花钱似流水。不会比喻，可以不比。2个人又买了个大背篓，把东西全放进去，这才往牛车上搬。就这也把其他人眼睛都看直了。小陈家这是发财了，买这么多东西，让我看看都买了点啥。买了肉，买了糖，买了细面白米，行了吧？看得着又吃不着，还糟心。王大娘，你还是别看了吧。我就是瞅瞅嘛。真买了这么些好东西啊，那日子咋过啊？是啊，钟宁，你这可不是过日子的样啊！你家又没个壮劳力，这季叔以前留的钱花完了，可就要挨饿受苦了。我管那么多，大不了他们一家子勒着裤腰带呗，反正不能把我给饿着。我做他媳妇儿是来享福的，可不是跟着受穷的。你这小季可怜呐，怎么找了你这个婆娘？孩子也不管，就着他自己过好日子。小宁妹妹，不是姐姐说你到底是成亲做人家媳妇儿的人，要把心放在这个家里。你看看小陈多不容易啊，每天除了读书还要下地，还要带孩子。你呢，什么都不做，还要吃好喝好。你这样就不怕哪天小陈功成名就不要你了吗？这男人啊，是用来疼用来爱的。还不死心呢？人家可是名草有主，不对，是心有所属的，就是那个属还没出现，还疼爱，他需要吗？你要是不嫌姐姐事多，可以每天来姐姐家里学学怎么做家务带孩子。是不是还要学怎么讨好男人？无论老的少的俊的丑的，能把住就行。大姐，你有这闲心，还不如先把有才叔的车费结了，不要以为能靠瞎聊把这茬糊弄掉。你怎么还记着这事儿呢？要你管，还有谁是你大姐啊？王玉荣不甘不愿地给了8个铜钱，心都在滴血，这都能买仨肉包了。你这败家娘们儿，买这么多东西呢？看到这满满一篓子吃的穿的，继母捂着胸口，这得多少钱啊？又不花你的钱，有本事你别吃啊。那不行，哪有不让厨子吃饭的道理呀？对了，儿媳妇儿，你那卖蛇剩下的钱……他可是听儿子说了，2两半银子呢。这死丫头现在身上起码还有2两。虽然儿子说了那钱是他自己的，但他现在是季家的媳妇儿，上面婆婆还活着呢，哪轮得到他存私房钱？钟宁冷冷地盯着继母，只把后者盯得缩了脖子。我这不是怕你乱花吗？你什么眼神啊你？乱不乱花我心里有数，又不找你要，你也少惦记我的。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以后别想从我这拿1分钱。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给孩子们做2身衣服，布我都买了。给孩子买的？继母瞪大眼睛，这么好的料子，他还以为是这丫头给他自己买的呢，这还真是打算当个好母亲了。篓子下面还有2剩的包子，你拿去吃。给我的？继母这会儿更傻眼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可从没想过有一天还能吃上这女人给的东西，还是肉包子。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在做梦吗？千儿、圆圆，要不要跟娘亲一起去给小鸡抓点虫虫吃？他这次买这么多小鸡仔，就是为了给家里供上足够多的鸡蛋。不仅2个孩子要吃要补，他这个当妈的也不能饿着好吗？好，抓虫虫，抓！一大2小也没有去远地方，就在家后面的菜地里找虫。这小菜地是继父以前开垦的，继父走后，继母忙于生计，平时都是撒点菜种子完事，所以这些菜长得又稀疏，虫子又多。一颗白菜上能找好多小青虫，看得钟宁直犯恶心。
他还是对这些软体动物接受无能啊。不过为了让小鸡和老母鸡补充营养，多多下蛋，他忍了。季家中午吃的筒骨白菜汤配白米饭，晚上吃的筒骨汤煮面疙瘩。我这大晚上跑过去，会不会让他误会？可是俩孩子都在睡觉，我要是点着烛火写个不停，可能会把他们吵醒。再说了，蜡烛多贵啊！反正季晨也在用，一个人是用，两个人也是用啊。但万一他以为我想跟他干点少儿不宜的事情，不给我好脸色看怎么办？又或者他真愿意和我这个那个这个，那多不好意思啊！你有事？你睡了？我是想过来跟你一起学习的。我买了那么多纸嘛，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进步。你要是睡了，那我就回去吧。没有睡，只不过习惯少穿些，更容易提起精神。钟宁看了眼大开的窗户，又看了看窗前的书桌。不愧是未来权倾朝野的大佬，对自己真够狠的。这天可还是有点冷的呢。二人相对而坐，季晨一言不发，静静默书。钟宁借了支毛笔，专心致志在写小说。今天白天的时候，钟宁已经想好第一本书要写什么题材了。虽说他之前也想过，要不做个文抄工，把4大名著之类的借来用一下，但后面还是放弃了。一方面良心过不去，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马甲不掉还好，哪天要是掉了，被人当成大文豪去考验，那不是分分钟底裤掉光。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来点快餐文学。这第一本就写最不容易出错，也最能吸引男性读者的题材修仙文。捂着胸口还在不停流血的伤口，叶凡在痛苦之余，更多的还是兴奋。他打败了魔族，他守住了寻仙宗，也守住了他心爱的人。灵儿，我回来了。叶凡推开门，脸上满是笑意。下一刻，他嘴角的笑容凝滞，双眸瞬间瞪大，身子止不住地晃了晃。你们在干什么？啊，叶凡哥哥！白雪玲赶紧拿被子遮住身躯，刚才还在白雪玲身上的男人走了下来，脸上带着轻蔑嘲弄。哼，谢凡，你回来的可真不是时候。不对，应该说真是时候，不然我都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向你坦白我和灵儿的关系才好。你们怎么敢？一个是自己最爱的人，一个是自己最亲近的好兄弟，叶凡怎么也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幕。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一手挡在纸张前面，以防被对面人看到。钟宁写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套路虽老，够爽就行。花了1个时辰写完一章，钟宁有心去睡觉，又觉得这样慢悠悠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挣上钱。再加上他看了眼已经默写出厚厚一沓文章的季晨，他总觉得有些自惭形秽。那个，你这里有没有字典啊？就是那种可以让人认识每一个字、集结含义的书。他现在需要把自己写的简体字转换成这个时代的文字。有。季晨给钟宁取来书籍，钟宁十分恭敬地双手接过，这一晃又是1个时辰过去。季晨放下笔起身。你还不睡？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他这人是有拖延症，但一旦开始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完，不然他会一直惦记着，晚上觉都睡不好。那你写完记得把烛火熄了。季晨也不多言，真朝床榻走去。窗外微风阵阵，伴随着簌簌的落笔声。季晨合上眸子，却没有睡着。他第一次探究这个女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是精怪，亦或是其他人的亡魂？她是匆匆过客，亦或会长期停留？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哎呀，烦死了！怎么这些字这么难写，笔画那么多呀？哎，改累了，想放弃了。这世上那么多人，在做善战的狼，远见的鹰，忠诚的狗，多我一个害群的马，划水的鱼，缩头的龟，怎么了嘛？娘怎么还在睡觉？奶奶说了，娘是个懒虫，比嫣儿还懒。嫣儿你不懒，咱们家只有娘懒。我都听到了啊。
钟宁突然睁开眼，看着面前2个探过小脑袋的便宜仔，直接双手掐住季谦的脸颊，不停揉来揉去。说我坏话是吧？咯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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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宁又挠小孩的腰，只痒的小孩满床打滚。天爷一挠，哼，就知道这懒货勤快不了几天，你还让我给他留饭，饿他一顿又不会怎么样。季晨手里搓着2个孩子的衣裳，神情淡淡。以往钟宁不干这些活，都是他在做，不过他不去河边洗，那里都是女人，要避嫌。想到昨晚奋笔疾书大半夜的钟宁，季晨垂眸，嘴角噙着淡笑。对他好些，不见得是坏事。继母不明所以，就在这时，门口来了个中年妇人，她与继母耳语几句，后者立马变了脸色。天杀的，哪个不要脸的居然敢犯咱们家地里的水呀！看到自家那只有1层浅水的稻田，继母气得不停拍膝。哪个丧良心的把我家田里水都放了？这可是我儿一桶一桶挑回来的呀！古代种田不易，尤其是水田，到了需要水的时候，离河流近的田可以直接挖沟渠引水，离河流远的就需要人力挑水。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下雨，季家水田里的水都是季晨和继母一桶桶挑来的，2人的肩膀都被扁担磨出血来，一动就疼，甚是艰难。这旁边的田里倒是水汪汪的，还能看见不少田螺。前2天我看见季家小子在这挑水灌田，这水咋一下没了？什么怎么没了？被人放了呗。正是庄稼缺水的时候，谁这么缺德？你说呢？这旁边的地是老季家的吧？他家人来灌过水？你少说2句。是不要脸的敢偷我家水，那我也放他家的。继母拔起衣袖就要去挖田埂，却被突然赶来的陈氏撞开。你干什么你？哈，你可好意思问我呀？你们这家子狗东西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敢打我？3柱4柱李巧巧钱要弟，你们还不快来帮忙！3柱4柱气势汹汹冲了过来，季晨立马挡在母亲面前，眼神不善，气场破人。丧门星，滚蛋！3柱一个老拳砸向季晨面门，后者往旁边一闪，抓着对方的胳膊，抬腿便是一脚。你个小白脸，看招！4柱更狠，抄着个扁担砸，季晨用手硬生生接住，任凭对方如何用力也拽不动分毫。你们敢打我儿子？继母眼看儿子被欺负，战斗力更强了，对着陈氏眼睛就是2拳。李巧巧看婆婆挨打，心里乐得不行，她状似用力地拉着沈翠花，其实根本没用劲。钱耀帝倒是个实心眼，但人笨手笨脚的，还没打上来就绊倒在田埂上。这俩怕不是傻的？沈翠花，你这是欺负我们季家没人了吗？这3个人一加入进来，战局很明显对季晨他们这边不利。钟宁心里没太多感觉，毕竟一个不是自己真婆婆，一个不是自己真相公，但2个孩子急得不行，哭唧唧的喊奶奶喊爹。钟宁后蹲下身摸了几个大田螺。斯密马塞鲁鲁酱，让你们沾上脏东西了。钟宁一个田螺咻打到季大柱的膝盖上，对方刚趁乱给了季晨嘴角一拳，下一秒跪倒在地。季晨也是个狠人，抓着他的头就往水田里按。你放开我相公！钟宁又是一个田螺砸到他脑袋上，后者往后一倒，刚好跌到季3柱怀里。这还走了运了，大嫂的又更细些。哎呦，季3柱这俩干嘛呢？忒不要脸了！众人立马将目光投到2人身上。你个骚狐狸，我就知道你是个贱人！季3柱，你个混账，连你哥的女人你都惦记！兄弟俩瞬间扭打在一起，2人的媳妇儿越打越凶。大柱、3柱，你们这是干嘛呀？赶紧放手，都是一家人。黄氏、陈氏赶紧上去拉架，又被混战中的4人波及，钱耀帝砸到陈氏身上，季大柱又一巴掌打到黄氏脸上。哎呦喂，笑，
这可太孝了，没见过这么孝顺的。哎呦，我的乖乖，我可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戏。大柱哥、三柱哥，你们俩听我一句话，别打了。亲兄弟哪有什么仇啊？别让亲者痛，仇者快。不是吧，大姐，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这真是乱成一锅粥了，大家都趁热喝一碗吧。够了，都给我住手！季老太爷正要主持大局，突然搀扶着他的大儿子脚一崴，拽着他一起摔下去。想装逼也得看我同不同意。季老太爷也是80多的人了，这一跤可是摔得不轻，好不容易站起来，整个人疼得直哼哼。别吵了！季二站出来主持大局。大嫂，你真的弄错了，我们家没放过你家田里的水，这水是我家大柱三柱连夜挑的，对吧？可不是，我家人口多，还犯不着来扒你家田埂。大嫂，你想想啊，我们家过去扒过你家田埂吗？咱们这都分家多少年了，犯不着现在干这种事儿啊！大家都是体面人。难道真不是他们扒了的？可这水总不能是无缘无故消失的吧？指不定是这几天天热，给水晒没了。哪来的这几天啊？昨天地里还有很多水呢。对呀，你骗谁呢？昨天我来地里看过，水还多着呢。谁知道是不是被其他人给放了？你家地旁边又不是只有我家一家的田。季老三，你这话说的，还能是我家放的水不成？你们季家的破事儿，可别想把屎盆子扣别人身上。不，老三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觉得冤枉。这水是怎么没的，我们是真不知道。大嫂，你和小陈一个女人家，一个读书人，也确实不容易。这样吧，我让大柱三柱去给你挑水补上。凭什么呀？就是，谁愿意干谁去干。我家三柱都伤着了，还得好好休养呢。行吧，大柱，你去，你大伯母也不容易。哎呦，还是季老二实诚啊！这都分家多少年了，还叫沈翠花大嫂。可不是，老二一直善良的很。之前我摔了腿，还让他家二柱从城里给我带药呢。是啊，老二心善，他家二柱也好，平时去他老丈人店里买粮食，他还愿意给咱免了零头呢。是挺好的，等你们选他当了理政以后，还能更好呢。到时候闹灾不仅克扣上面发下来的赈灾银子，还会趁火打劫，把你们的地便宜卖了呢。主持公道的时候也是，只要人塞了钱，他就能把黑的讲成白的。至于那个季二柱，当年季晨考了童生，本着他行我也行的心态，找家里人要钱到镇上念书。这书没念成，倒是勾搭了镇上卖粮老板家的姑娘，让人家怀了孕，自己顺理成章去当上门女婿。等老板一死，眼看老板儿子继承了铺子，自己被赶出去，就对女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还把生的儿子也改回了记性，妥妥恶心凤凰那一个。翠花呀，你也别在这儿闹了，谁知道这水是怎么没的？我看呐，不像这老季家人干的。可不是，老季家那么多汉子，犯不着做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可不行，你看看我儿子、儿媳妇还有我生的，沈翠花，你必须给我赔钱，不赔钱就别想走。赔你奶奶个腿儿！继母这会儿有些心虚，担心自己怪罪错了人，但让他出钱那是想都别想，出血可以，出钱绝对不行。算了，咱们别争了，大嫂一个人也不容易。众人又开始夸奖起季老二有多深明大义。不争了，恐怕不行。你个扫把星什么意思？尽管你们压得很实，但这块土明显和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上面也没有生长的野草，旁边还有2道明显的线。是哎，这块很明显翻过。应该是才翻不久，要是前2天扒拉又堵上的，土应该已经完全晒干了。翠花，田里的水可不就是昨晚没的？这么说，还是老季家干的？哼，那他们还好意思在这咋呼，搞得跟他们被冤枉一样，不嫌丢人。蠢货一个，干点事也不知道搞精细一点。
这说不定是你们自己扒的，诬赖我们家呢。合着你们怎么说都有理是吧？行，这个亏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家人每晚来这守夜，以防水被放了，还要被人泼脏水。你们其他人也得小心啊！要是你们家的田淋着他们家田，指不定哪天水没了，禾苗没了，还要被骂一句故意陷害他们呢。糟了，我家有2块水田淋着老季家的地，我得去看看水。我家早稻才刚种上呢，我去瞧瞧。难怪我家地里的菜少了，指定是被有些人偷了。经过钟宁这么一点拨，其他人纷纷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老季家。你这个小贱人，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牙尖嘴利了？好不容易在大家伙面前树立的形象啊！大嫂，这事儿可能是我家那些调皮孩子干的。这么着吧，我让大柱、三柱他们去给你挑水，再给你送点菜和粮食作为赔礼。别，你们敢给我们也不敢吃啊！谁知道会不会哪天变成偷你家的？这水也用不着你们管，只求你们以后别偷偷放就行。既然要做弱势的一方，就要做到底。等事情解决，钟宁也没有立马回家，而是带着2个孩子在田里摸田螺。这地里田螺太多了，个头又大，实在看得他馋得很。娘，干。在钟宁和季谦的反复纠正下，纪元小朋友终于能准确喊出娘这个字来。田燕真棒。咦，季谦没说话，而是一手一个田螺都放到钟宁旁边的田埂上。谦儿也很棒，多抓点，娘回去啊做给你们吃。哎呦，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呀？土腥味大，炒熟了也没多少肉，尽是壳子。你俩也别去挑水了，我出钱，你们找人来挑吧。真的？哎呦，你这丫头最近也是越来越懂事儿了。那你说，那个蔬菜，那个粮食……钟宁冷飕飕地瞥了继母一眼，后者立马闭嘴。季晨也捞了很多田螺，他不管钟宁要做什么，只管去捞。2大2小捞了2木桶田螺回家。回去以后，钟宁往桶里倒了些油，又放了点屋后花椒树上结的花椒粒。这是干啥？多浪费呀！吐沙，吐干净了咱再吃。今晚做豆腐肉糜羹吧，孩子也能多吃点。行，你买的你说了算。叶凡怎么也想不到，他重生了，重生在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身上。不愧是我，写得真好。钟宁兴奋地不停跺脚，然后就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上。对不起啊。没事。谢谢。其实深情哥也挺善良的嘛。应该我谢谢你。哦？今天白天多谢你出手，也多谢你出言维护。啊，原来他都注意到了。哪里，运气好，刚好砸中了而已。再说咱们是一家人，他们欺负你们不就等于欺负我吗？我能给他们好脸色看，我没把他们砸得满头包，已经是我技术不够好的结果了。主要是不能做得太明显，不然被人套麻袋打了怎么办？我们是一家人。季晨这一笑让钟宁更不习惯了，只能低下头装作认真的创作。其实半天一个字没憋出来。哎呀，这雨下的真大，这下地里不愁没水了，还省了找人干活的钱。钟宁带着2孩子坐在屋檐下，小袁正在用棍子戳爬到木桶上的田螺，上来一个戳一个，自己给自己逗得咯咯笑个不停。行嘞，咱们来做田螺吃。谦儿，把剪刀给我拿过来好吗？季谦没有回话，倒是麻利地给钟宁拿来了剪刀。等钟宁剪完1桶螺，外面雨势还是没有一点要缓下来的节奏。这天怕不是被捅漏了。钟宁端着洗好的田螺往厨房走。别想那么多，好歹咱们田里本来水就少，这一时半会儿淹不着。倒是有些人嘛……对呀，让他们算计老娘，倒霉了吧？不行不行，他们不会又扒咱家田埂吧？我得去看看。不过继母出去家里也能安生安生。往锅里倒入油，油热加葱、姜、蒜，
炒香以后放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再加入些继母做的辣椒酱，等出了香味，钟宁就把半桶田螺倒了进去。这会儿他十分庆幸上次赶集买了香料，可惜没有豆瓣酱，不然能做得更好吃。不过凭他有限的厨艺，能把食物做成这样也不错了。等田螺熟了，钟宁又往锅里撒上盐、白糖、酱油、葱段，等汤汁收至浓稠，便将田螺盛了出来。喵，香香，可以吃了吗？刚把柴火弄到干燥地方的季晨闻到这股霸道的香味，也难得觉得饥肠辘辘起来。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呢？继母冒着大雨跑回来，被水涮过的田螺肉还是有点辣，俩娃吃的鼻涕都流出来了，还是张嘴要吃。别吃了，乖，来吃蛋糕，还有肉汤泡馒头呢。娘，先去换身衣服吧，热水也烧好了。继母刚伸手拿了2个螺，美滋滋的嗦味道，闻言十分不情愿。给我留一碗啊，你这丫头，这得浪费多少油和调料啊！娘，我还想吃。小馋鬼，等你再长大几岁，想怎么吃都行。钟宁哄纪元吃饭，季晨在一旁喂季谦，一时间倒真有几分温馨和谐的味道。一直等继母洗完澡出来，3个大人才正式开饭。钟宁一口气挑了10几个螺肉，配着葱段、青椒一起加进馒头里，咬一大口。好吃，真好吃啊！来这里这么久，终于能肆无忌惮地好好吃一回了。季晨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下，继母有样学样，他还是第一次知道田里那些个不起眼的田螺能做得这么好吃。想到家里还有那么多田螺，要不明天还做？你不是嫌浪费调料吗？虽说这调料贵点儿，但是这螺肉不要钱呐，这吃上几顿还是吃得起的，怎么老拆长辈台呢？儿媳妇儿啊，你说这个炒田螺能不能卖呀？这多好吃啊，拿出去卖肯定受欢迎。卖肯定能卖，但起码要带到镇上才能卖钱。在村里，谁愿意花钱吃这到处都有的玩意儿？而且卖不长久。这个炒田螺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虾料多，口味重。人家研究研究也能做出来。那没事儿，咱能挣几天是几天呗。主要继母想赚点钱给季晨做赶考费。随你，不过我可不去卖，路途又远，田螺又重，我做不来。没事，我去。你要是嫌炒田螺麻烦，你告诉我怎么做，我来做就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钟宁点了点头。隔日，钟宁起早做了满满一锅麻辣田螺，做好后装进大土罐里。继母兴冲冲地抱起罐子，随从心里却是美滋滋的，这都是钱啊！儿媳妇儿啊，你说这东西卖多少钱好呢？这么一锅，调料成本约莫25文，主要糖、酱油、八角等实在不便宜。这一罐子约莫能盛30小碗，一碗卖3文钱吧？会不会太便宜了？不会，你听我的。还有，你可别舍不得给，要盛满满一碗，知道吗？行，我是那种人嘛。继母第一次出去卖东西，心里也没底，自然钟宁说什么他做什么。我陪您一起去。说罢，拿了个竹筐，将罐子放到里面。季晨背起竹筐，这哪行啊？儿子，你还要看书备考呢，娘一个人去就行。没事，书儿子已经看过许多遍，在心里默背就行，不耽误事。我过去也能帮着娘算账。好。继母背过身，擦了擦眼角。她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找了个老实能干又体贴的丈夫，生了个懂事孝顺的儿子。家里刚做好的炒田螺，想劳烦您问问掌柜的收不收？田螺，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吃的？不要。不买也没关系，您可以尝尝，这是那人用家里传下来的秘方做的，味道不错。秘方？大厨挑了挑眉，并不相信。反正不要钱，不吃白不吃嘛。他说着自己捡了2颗，又给大厨递过去。
后者漫不经心地吸了个大的。这味道，田螺这东西不稀罕，可能做出这种鲜香麻辣，还带着丝丝甜，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确实相当难得呀。想到最近店里顾客越来越少，掌柜的经常催着他研究新菜，大厨有了想法。这炒田螺制作方法可卖，卖的话开个价。不卖，这是内人的房子，我没有资格替他做主，且家里贫穷，还是想做长久生意。哼，你倒是个重情的。行吧，我替你去问问掌柜的。没过多久，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你这一罐子炒田螺打算卖多少钱？300文。什么？300文？你这未免有些狮子大开口啊！不过是些田螺罢了，这一罐能装20盘不得了了，一盘还能值15文，肉菜都没有这么卖法的。掌柜的说笑了，这螺虽不值钱，但捡螺却要耗人力。我这些螺个头大，要入味儿下的调料不少，成本自然不低。更何况您这酒楼主要也不是靠卖这些吃的挣钱，不是吗？酒楼和14饭馆不一样，他这挣钱4成靠卖吃食，6成靠卖酒。之所以要不断研发新菜，也是为了留住这些客人，让他们多在这里喝酒吃饭。像炒田螺这种下酒菜，成本虽低，但是能叫客人不知不觉多喝些酒，且以后还会想过来吃，对他而言自然是有利可图。行，我也不和你争，200文我全收了，这已经算是高价了。季晨不发一言，只摇了摇头。200文够了，卖就是了。算了，300文就300文。小贵，你去拿钱。这田螺我先卖着，你明天再过来一趟，卖得好我再向你订货，卖得不好就算了。好。拿着这300文，继母就和做梦似的，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去炫耀。再去买些调料吧。对呀，这一天就是300文，1个月岂不是能挣到900文？再多做点1两银子也能挣到啊！哎呀，这可太好了！别叫他做了。想到钟宁昨晚还在熬夜写话本，今天一大早又起来做田螺。他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做家事已是不易，这田螺我来做吧。哪能让你做呀？你可是要考秀才的。再说他就是干点事儿，哪有那么累呀？全家就属他起得最晚。继母还要说，一打眼注意到季晨神情不愉。算了，反正最近地里也没什么事儿，我来做就是了。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啊！除了调味料，季晨还买了几个肉包，又称了些排骨、豆腐回去。这一下又花去大几十文，可把继母心疼坏了。哇，居然卖了300文，这么厉害的吗？钟宁咽下肉包子，发出感慨，他做这玩意居然真的有市场，果然现代人的厨艺还是略胜一筹啊。是啊，儿媳妇儿，趁着还有点时间，咱再去捡点田螺回来。钟宁没有拒绝，反正他现在也没事。黄春梅，你什么意思？想把我家地里苗子淹死完是不是？什么意思？只许你家往下面放水，不许我家也放吗？你管我，反正就是不许你家放。你有本事往沈翠花家放啊，欺软怕硬算什么本事啊？我想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不服你给我忍着。黄氏又和别人撕巴了起来，沈翠花看戏看得津津有味，手上火也不停。钟宁也竖着耳朵听，只觉这乡下日子够乐呵的。娘，歇什么？钟宁一抬头就看见纪元伸手要去抓田里的螃蟹，赶紧上前拦住。啊，别叫螃蟹咬了！哎，别说，这蟹还挺大，多来几只可以炒盘菜了。想吃螃蟹？晚上到地里来，到处都是啊。很多吗？可不嘛，这东西又硬又没什么肉的，还得用油炸，没人吃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可不就多了。钟宁想起小时候他爸也说过，早些年地里都是螃蟹，没人吃他吃啊。虽说比不上大闸蟹，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到了晚上，钟宁特意提着灯笼来了田里，果然看到不少螃蟹。
你帮我拿下灯笼，我来抓。我来吧。抓这东西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夹伤，他还没有没品到让一个女人来做，他在旁边干看着。半夜有想偷偷给田里放水的人过来，远远的就看见田埂上亮着一簇白森森的火光，而在火光旁边是一个穿着一身白衣的人。鬼呀！钟宁顿了下，看了看手里的白色灯笼，又看了看穿着身青白色长衫的季晨，他没忍住笑了。季晨也意识到那人喊的鬼指谁，再看看对面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己的女人，心里不知为何竟也感觉到了几分愉悦惬意。好笑吗？还挺好笑的吧。咱们回去吧。行，也抓了一筐了，够了。听说了吗？这村里闹鬼，你们两个晚上可不要没事跑出去，太吓人了。钟宁瞥了眼旁边专心致志做香辣蟹的季晨，嘴角止不住抽动，想笑又不敢。娘，好吃的。是好吃的，可惜你俩又吃不了，真是罪过罪过呀。香辣蟹出锅，继母迫不及待地捡起一个吃，真是又香又辣，蟹肉滋味也足，这个肯定也好卖。继母赶紧把土罐子拿出来，一罐放螃蟹，一罐放螺丝。季晨这次没有陪他去镇上，只是帮他把东西搬上了牛车。临近中午，继母一脸喜色地回来，季晨就知道这事成了。不仅如此，那掌柜的还让继母以后多送些货来，便是再加1倍，他这里也吃得下。一想到以后每天都有大几百文进账，继母这心里就兴奋得不行。谁说他家日子过不好的？他家日子好着呢。以后你们也不用亲自去捡螺捡螃蟹，那样太费时间，不如直接找村里人收。螺1文1斤，螃蟹2文1斤的收。费那钱干嘛呀？我们自己又不是不能捡。这样也好，既省时间，也能让咱们挣的钱过了名目。不然你天天去镇上太打眼，与其让其他人盯着猜忌，不如光明正大摆出来。再说你收这些也是给村里人添了生计，到时候谁说闲话，你就说不收他们家的，保管多的是给你说好话的人。这样啊。听到钟宁这么说，想象着村里人对自己溜须拍马的场景，继母嘴笑得合不拢。不过也别收太多，田螺1天30斤，螃蟹1天20斤，够供货就行。大小也有要求，太小的不要。行，我这就去说啊。终于有了炫耀的机会，继母急不可耐往外跑。一个下午，全村人都知道季家要收田螺、螃蟹的事。傍晚就陆续有人端着盆拎着桶过来。陈三儿，你这螺丝不行，上面都是泥巴压秤呢，洗干净再送来。小雨啊，你这螃蟹里面小的太多了，我给你挑出来啊，你自己带回去吃吧，剩下的我收了。哎，你们来的人太多了，我先收前面送来的啊，其他人明天再过来吧。别呀，翠花，我现在就捡，当你面捡。是啊，沈姨，我这都是挑选好的，个头合适着呢，你看看。先收我的。外面人闹哄哄的，钟宁嫌吵，带着2个孩子进屋了。说了收先送来的，你们其他人的我又不是不收，明天早点来就是了。玲玲啊，你过来，你这螃蟹5斤半，螺丝3斤，给你14文。还有张成，你这螃蟹有2斤，螺丝。继母当场就把几个人的钱结了，看得其他村民很是眼热。这10几文够买1斤猪肉了。季晨放下手中的书，里面收录的是这几年院士前10名的秀才文章。要说向他们学习算不上，不过是借此了解主考人的喜好。如今看来，主考人们多是喜欢那些文风华丽、辞藻不俗的锦绣文章。鼻尖拂过一阵清香，季晨转过头，就看见钟宁正在那甩脑袋。困了就去睡觉，你今天起得早，应该没睡好。不困不困，你忘记娘出门以后我还睡了个回笼觉吗？你不在意吗？在意什么？那钱本该是你来挣的。没有吧，我没打算靠卖吃的挣钱啊，这个挣的不多还辛苦，我没那么勤快。我都想好了，明天你和娘早起，我带着俩孩子继续去大头匠。
等我的画本写出来，那才叫发财呢。季晨没吭声，钟宁瞪了他一眼，不相信我是吧？你等着。季晨纤长细密如蝶翼的睫毛微动，我相信你。啊，大兄弟，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这样惬意的时光一连过去10数天，钟宁的画本终于写够5万字，准备拿去之前的书铺让掌柜看看。季晨也即将前往县城参加院试，在参考之前，季晨还要去找上一次替他做保的廪生再帮一次忙。大周朝规定，院试考试是需要找一个廪生做担保人的，为的是防止3代内从事建业者应试。至于这廪生算是秀才里成绩十分优异的，每个县才有20人，吃公家粮，每年还有4两津贴银子。要去找人帮忙，这礼品自是少不了。一大早，继母就准备好了2条肉干、1条鱼，还有许多干果、点心。除此之外，还有个荷包，里面塞了1两碎银。钟宁明显能感觉到继母把篮子递给季晨时的肉疼、不舍的。果然，走科举这条路是真费钱呀。好在过程虽曲折，结果是好的。季晨眸子暗了暗，随即又转变为无比坚定的神色。只是他又看了眼旁边一副馋猫模样的钟宁，他就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吗？操，好可恨的狗男女，好可恨的叶家人。不过叶凡一定没有问题的。叶凡，怎么没了？后面呢？叶凡怎么样了？怎么写到这里突然断了？写画本的那位呢？在下想和他们谈谈。钟宁没想到掌柜的这么激动，掌柜的这么激动，说明他写的画本确实好看。看来出书有望，大大的有望啊！那位是我的远房亲戚，性格内向，不愿意见外人，只托我替他送画本。他说这本书篇幅过长，起码100万字，所以他有意做成连载的形式。所谓连载，就是一次出个5万字左右的册子，每隔1-2个月出一册，这样既能吊住读者胃口，也能慢慢扩大这本书的影响力。不出意外的话，到后面这本书会卖得越来越好，连同以前出过的几册销量也会上涨。掌柜的觉得如何？钟宁这话一出，不止掌柜的愣住，季晨的神情也微微变了。他没想到钟宁这样有主意，而且想出的点子确实新颖且让人信服。他是那样聪明，又那样让人惊喜与意外，就像宝藏一样，让人忍不住探究。挺好，非常好。掌柜也意识到这背后的盈利空间。按现在画本的印制成本来看，钟宁给的这一份印制1本约莫需要250文，放在书铺里卖可以卖个1两银子，要是精装或是手抄本则是另外的价格。这画本要是送到主家那儿，不出意外的话可以出书，并且是对外大力宣传的出，到时候卖个几百上千本都是有可能的，那盈利可是相当可观的。那位可有说这画本如何卖法呀？他说想要保底加分成的形式。这是何意呀？保底就是先按3个字1文钱的价格给个底线金额，让那位有个生活费，不至于挨饿受冻。分成则是店里每卖出1本书，再给他几十文的提成。至于具体给几十文，就看掌柜的您和您身后之人的态度了。哎呀，那位倒是个妙人。分成啊，那就意味着这书只要一直有卖出去，他就一直有的赚。多大胆的要求啊！我要是不同意呢？那就换一家出书。我写的这么好，还怕找不到欣赏他的人？好吧，这保底的钱我先给您。不用给您的主家先看看？哎呀，不用，家主比我有眼光，他一定会喜欢这本画本的。钟宁目前写了5万字多一点，他也不让掌柜的一个一个字去数，就按5万字来。掌柜的也信任他，直接给他结了16两银子，外加700文钱，也算是不占他一点便宜。拿着这些钱，钟宁喜的一双眼睛弯成一对月牙。看吧，我就说了，等我这画本成了，绝对会发财。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以后我来养家，保管家里一天3顿大鱼大肉，吃到腻，吃到想吐为止。养家，包括养我？当然啦。
便宜婆婆呢给我做饭吃，我勉为其难的养养她吧。2个孩子我是真喜欢，养他们是应该的。至于你，钟宁在心里沉吟一下，季晨的心竟也不由跟着提了起来。为了防止成为你眼里哪都招嫌的泼妇，投入些银钱很有必要。吃了我的东西，花了我的钱，可就不许再想杀了我哦。钟宁也不知道季晨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在去往那林生家的路上，这人浑身散发着低气压不说，不管自己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跟个哑巴一样。不是，你大姨夫来了吗？说变脸就变脸。这和我大姨夫有什么关系？张兄，小陈你来了，我就想着这几天你要过来。看到季晨，中年男人脸上浮现笑意，唤妻子出来把2个儿子带下去。季晨将礼物送到女人手边，看着篮子里的东西，女人脸上现出满意之色。来找他家男人做保的书生不少，但给这么多好东西的读者一份，只可惜这人啊缺了点运气，每次都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你能不放弃学业，坚持科考，这是再好不过了。相信这一次你一定会有所斩获的。承您吉言。不止我这么说，你那师兄也是这么说的。他这都要参加乡试了，还不忘向我打听你的近况，还让我无论如何继续鼓励你参加考试。师兄？对呀，方成远你忘了吗？方成远就是那个一直暗算申前哥的狗贼，他也真好意思。要不是听人提起，季晨不会想起方成远这好人。张兄，小陈你来了，我就想着这几天你要过来。看到季晨，中年男人脸上浮现笑意，唤妻子出来把2个儿子带下去。季晨将礼物送到女人手边，看着篮子里的东西，女人脸上现出满意之色。来找他家男人做保的书生不少，但给这么多好东西的读者一份，只可惜这人啊缺了点运气，每次都在关键时候掉了链子。你能不放弃学业，坚持科考，这是再好不过了。相信这一次你一定会有所斩获的。承您吉言。不止我这么说，你那师兄也是这么说的。他这都要参加乡试了，还不忘向我打听你的近况，还让我无论如何继续鼓励你参加考试。师兄？对呀，方成远你忘了吗？方成远就是那个一直暗算申前哥的狗贼，他也真好意思。要不是听人提起，季晨不会想起方成远这好人，即便现在想起了，也只有模糊的印象。那年自己刚考上童生，来到镇上的青林书院读书。方成远比自己大几岁，是书院最德高望重的方师长的孙子，那时已经准备要参加当年的院试了。印象里，方成远有来和自己攀谈过，只是他当时的说话方式和行为举止多有些高高在上的意味，让自己不舒服，自己因此并未过多接话。季晨不明白方成远为何对自己有这么大恶意，竟要一直陷害自己，让自己在科举的道路上蹉跎这样多年。这个方成远真是个伪君子，就因为他的祖父夸季晨虽家境贫寒，但颇有天资，还十分勤学上进，以后很可能考取院士前几名，比之他更为优秀，让他向季晨学习，他就记恨上了。特别是在方成远参加院试发挥不佳，差点落榜后，听闻季晨每次都能拿到学院考试的前几名，他就动了歪念头。即便现在想起了，也只有模糊的印象。那年自己刚考上童生，来到镇上的青林书院读书。方成远比自己大几岁，是书院最德高望重的方师长的孙子，那时已经准备要参加当年的院试了。印象里，方成远有来和自己攀谈过，只是他当时的说话方式和行为举止多有些高高在上的意味，让自己不舒服，自己因此并未过多接话。季晨不明白方成远为何对自己有这么大恶意，竟要一直陷害自己，让自己在科举的道路上蹉跎这样多年。这个方成远真是个伪君子，就因为他的祖父夸季晨虽家境贫寒，但颇有天资，还十分勤学上进，以后很可能考取院士前几名，比之他更为优秀，让他向季晨学习，他就记恨上了。特别是在方成远参加院试发挥不佳，差点落榜后，听闻季晨每次都能拿到学院考试的前几名，他就动了歪念头。尽管他已经考取秀才，
甚至后来去了更远的府城进学，还是让人时刻留意着继承的动向，甚至不惜花重金让人陷害继承。就像继承第一次参加院试，遇到其他人打架被卷入其中，那些人就是方长远花钱雇佣的地痞流氓。还有继承后面在船上被人推下去，也是他安排人干的，甚至这次也不例外。多贱呐！一个大男人，心眼子比针尖还小，诅咒他生孩子没屁，哦不，孩子是无辜的，诅咒他睡觉必落枕，喝水必呛到，梳头发掉一大把，上厕所要便秘。哼！如今的继承羽翼尚不丰满，便是恨方成远也无法对他怎么样，只有靠着科举一路往上走，走到足够高、足够强势的位置，才能报这些年的暗算之仇。这也是这么多年他顶着他人的议论嘲弄，仍要坚持科考的原因。小陈啊，你随我过来一下。继承跟着张成去了书房，张成拿出一本文集给他。尽管他已经考取秀才，甚至后来去了更远的府城进学，还是让人时刻留意着继承的动向，甚至不惜花重金让人陷害继承。就像继承第一次参加院试，遇到其他人打架被卷入其中，那些人就是方长远花钱雇佣的地痞流氓。还有继承后面在船上被人推下去，也是他安排人干的，甚至这次也不例外。多贱呐！一个大男人，心眼子比针尖还小，诅咒他生孩子没屁，哦不，孩子是无辜的，诅咒他睡觉必落枕，喝水必呛到，梳头发掉一大把，上厕所要便秘。哼！如今的继承羽翼尚不丰满，便是恨方成远也无法对他怎么样，只有靠着科举一路往上走，走到足够高、足够强势的位置，才能报这些年的暗算之仇。这也是这么多年他顶着他人的议论嘲弄，仍要坚持科考的原因。小陈啊，你随我过来一下。继承跟着张成去了书房，张成拿出一本文集给他。小陈，你应该知道，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来自苏州的欧阳学正吧？略有耳闻。这是欧阳学正这些年做的文章，你可以拿去看看，想来能领悟出这位的一些阅文偏好。继承没想到张成对自己如此照顾，心中感激的同时，却也不好意思真的把书拿走。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在这个时候说是能卖出10两银子也不为过。毕竟读书人都知道，考试自身才学是一方面，能迎合主考官的喜好也很重要。自己怎么敢拿走这样贵重的东西？张兄心意某心领了，不知能否借纸笔一用？我将册子抄一份回去即可，还能加深印象。张成点了点头，对继承这样懂礼得体的行为十分赞赏。外头，钟宁正在屋檐下眯眼晒太阳，两个小小的身影靠近过来。漂亮姐姐，漂亮，睡着了吗？睡了。拿着这些钱，钟宁喜的一双眼睛弯成一对月牙。看吧看吧，我就说了，等我这画本成了，绝对会发财。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哼哼，以后我来养家，保管家里一天3顿大鱼大肉，吃到腻，吃到想吐为止。养家，包括养我？当然啦。便宜婆婆呢，给我做饭吃，我勉为其难的养养她吧。2个孩子，我是真喜欢，养他们是应该的。至于你，钟宁在心里沉吟一下，继承的心竟也不由跟着提了起来。为了防止成为你眼里哪哪都招嫌的泼妇，投入些银钱很有必要。吃了我的东西，花了我的钱，可就不许再想杀了我哦。钟宁也不知道继承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在去往那尹生家的路上，这人浑身散发着低气压不说，不管自己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跟个哑巴一样。不是，你大姨夫来了吗？说变脸就变脸。这和我大姨夫有什么关系？小陈，你应该知道，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来自苏州的欧阳学正吧？略有耳闻。这是欧阳学正这些年做的文章，你可以拿去看看，想来能领悟出这位的一些阅文偏好。继承没想到张成对自己如此照顾，心中感激的同时，却也不好意思真的把书拿走。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在这个时候说是能卖出10两银子也不为过。毕竟读书人都知道，考试自身才学是一方面，能迎合主考官的喜好也很重要。自己怎么敢拿走这样贵重的东西？张兄心意某心领了，不知能否借纸笔一用？我将册子抄一份回去即可，还能加深印象。
张成点了点头，对季晨这样懂礼得体的行为十分赞赏。外头，钟宁正在屋檐下眯眼晒太阳，两个小小的身影靠近过来。漂亮姐姐，漂亮，睡着了吗？睡了。钟宁突然睁开眼睛，哦，大灰狼来喽！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张雨成。我叫张雨川。哇，好好听的名字，一听就知道很有才华。对，我爹说我的名字是气宇非凡、鹏程万里的意思。我是气宇轩昂、海纳百川的意思。哇，这你们都能记住，简直就是小状元呐！被漂亮姐姐夸了，两个孩子红了红脸，又不自觉地挺起胸膛。我会背好多的诗呢，我背给姐姐听。我会背三字经，我也背给姐姐听。好啊好啊，那雨成先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外面响起孩子们稚嫩清脆的背书声。小陈啊，往日我总是听说弟妹一些不好的流言，今日一看，倒是我先入为主了。这分明是个育儿有方、知书达理的好女子。是啊，流言不可信。季晨抄书抄到中午，二人也就干脆留在张家吃了午饭。钟宁也没有吃白饭，而是帮着张成妻子马氏一起做饭。夫人今日的鱼做得真好，既入味，鱼肉又滑嫩，还没有一点腥味。这蒜蓉白菜也好吃。那其他菜呢？正常发挥。马氏气得白了夫君一眼。真是不好意思啊，你夸奖的2道菜都是小宁做的，其他的是我做的。张成尴尬了。弟妹厨艺这般好，你小子倒是有口福。好一个钢筋混凝土直男，没注意到你老婆的死亡凝视吗？晚上去跪搓衣板吧。夸奖我收下了，至于在家做饭，下次一定。离开张家，钟宁没有第一时间回去，而是到街上来了个大采购。有钱不花，以后便宜儿孙吗？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啊！有钱了，钟宁先给自己挑了身衣服，一件青绿色绣兰草的束腰百褶裙，外配一件嫩绿色半臂被子，穿上去十分活泼可爱，还很舒适。怎么样？适合我吗？不知为何，在刚才那一瞬，他的心跳竟漏了一拍。不好看啊？有那么不搭吗？我好歹也是个青春靓丽美少女啊。适合。回忆他的是季晨许久后才吐出来的2个字。对吧？我也觉得好看，不过咱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就这样，靠着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钟宁成功用1两银子的价格拿下这套裙子。同时他还花了500文给俩孩子一人买了套细棉的成衣。孩子衣服比平常成衣贵了1倍还多，但样式和材质也是普通衣服不能比的。除此之外，钟宁还买了2匹布，一匹暗红色的，一匹干羽色的，花了1两银子。你和婆婆我就不给买成衣啦，这些布够你们做2身衣服，你有意见不？不用买。说实话，看着钟宁一直掏钱，自己却无法帮他买任何东西，季晨心里不是滋味。即便知道她不是自己的妻子，仍是不舒服。他本不需要和他们一起过这样的苦日子。那不行，我这个人啊，最讲究公平了。钟宁本来还想去买点胭脂水粉的，后来想想自己现在这岁数用不着装饰，就已经是气色最好最漂亮的时候了。这么一想，他转而直奔了隔壁的首饰店。这古代的首饰比起现代来，款式设计也没有落到哪里去。那一只只漂亮的花朵、蝴蝶、金簪、步摇，一件件优雅的点翠、钿花、珠钗，还有那些个让人看到眼花缭乱的璎珞、手镯、手串、戒指，真是叫人看一件喜欢一件。钟宁眼睛亮晶晶的，不争气地吞了吞口水。我可真是个多情的女人，什么都喜欢。季晨陪在钟宁身边，把她的吃相都看在眼里，又看了眼那些首饰下面的价格牌子，手不自觉攥紧。倘若他能更有出息些，让他过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生活。这个念头一起，季晨很快回过神来。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欢喜与我有什么关系？钟宁最后在一只团花蝶恋钿头金钗上多看了2眼，这金钗看着秀气，花心里是绿松石，蝴蝶翅膀上有2颗红宝石，设计得相当典雅，要10两银子。钟宁身上还有13两外加500文，买也能买得起，可是一想到要一下子掏出去那么多钱，他又有点舍不得。假如有100两，我肯定眼睛也不眨一下的拿下，看来只能等后面分成的稿费到手才能买了。想到这里，钟宁也不泄气，而是唤季晨一起离开。临走前，季晨多看了那金钗2眼。2人走过喧闹的街市，旁边空地上有商人叫卖牲口。钟宁好奇地上前看，夫人，要买牛吗？这个骡子怎么卖的？我觉得咱们有了钱以后，可以买个骡子，再买个车架套后面，以后不管是娘来镇上卖吃的，还是咱们来镇上采买东西，多方便。你说是不是？季晨没回答，咱们2个字让他有些恍惚。哎呀，这青花骡子才2岁，健壮着呢。我也不多要，10两就成。10两和刚刚那只金钗一个价，是多是少，钟宁没那个概念。一般是5到8两一匹。哦，那还挺便宜的。那马呢？不了解。季晨实话实说，他知道骡子的价格只是因为村里有人买过，马这种东西一般农家买不起，买得起也不会买，又不能用来种地，拿来拉磨拉车又舍不得。好吧。钟宁和那商人讲了一会儿价，定下6两银子一匹骡子，再配上后面的巧棚车架，一共8两银子。哇，真是赚钱如滴水，花钱如……钟宁话还没说完，就被季晨伸手捂住，他一脸懵逼地看向对方，长长的睫毛像燕尾一般眨个不停。感觉到手心的温软，季晨像被烫到一样，立马缩回手。不要胡说。赚钱如滴水，花钱如流水啊！怎么胡说了？谁知道你突然该死啊！安装棚子还要一会儿，钟宁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来转去，遇到卖梨的，他买了2斤，花了10文钱。没想到这梨子长得不好看，还挺贵呢。钟宁拿梨子在季晨衣服上擦了擦。我这个衣服是新的，用来擦梨子多浪费啊！那给你一个。钟宁咬了一大口梨肉，梨子皮很厚，像以前老家种的铁皮梨，肉质却很清甜，汁水充盈。真好吃，你快吃啊！钟宁抬眸，在阳光的映照下，他的眼睛像破碎了星辰般明亮的让人恍惚。季晨垂下眼帘，无人知晓他在想些什么。等钟宁和季晨驾着骡车回去，全村人都震惊了。小陈啊，这骡真是你家买的吗？这么漂亮的骡子不便宜吧？你们家哪儿的钱？李爹当年留的银子还剩那么多吗？季晨啊，你跟奶说说，你娘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得好几百文吧？那她可不地道啊！从咱们这儿收田螺、螃蟹，才给多少钱？嘿呦，小程啊，你家这日子好过了，可不能忘记我们这乡里乡亲的呀。我家刚好有块地还没耕，你这能不能把骡子借我使使？我家也有些去年的豆子没有打，把骡子借我拿来压豆子吧。你们1个2个是不是当我死的呀？吾日三省吾身，吾是不是太客气了？是不是太给你们脸了？是不是应该一个人给你们个大逼斗？季晨要顾着邻里情分，钟宁可不需要，反正他本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泼妇。第一，骡子是我们家买的，不过是给我赶集逛街用的，平时家里其他人要用都得给我交钱。第二，我家公留下多少钱关你们屁事？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你们家里有多少钱？说出来，我保管不管你们借。第三，我家婆挣多少钱与你们无关，也与她无关，家里我管钱的。看来我还是对她太善良了，就不该同意让她找你们买田螺买螃蟹。我回去啊就骂她去。第四，借骡子是吧？行啊，1天5文钱，算骡子的辛苦费和损耗费。等你们把骡子还回来，我也是要仔细检查的，用太过分的还要给我加钱。来啊，
要借的，还有其他问题的，站出来！周宁，你牛什么牛啊？你不就是个吃干饭的，吓唬谁呢？你是哪家的猪这么膨胀，敢和我对着干？真没见识过黑手啊！你敢打我？那大妈要来打钟宁，钟宁也一肘击把人击倒在地。还有谁啊？眼看钟宁这么疯，其他人也不敢再找事。小宁啊，别生气，你可千万别怪罪你婆婆呀。她一个老人家也不容易，哪能又让她做那么多炒田螺、炒螃蟹，又让她一个一个去捡呢？把人累坏了怎么办？主要她家里还有好几桶田螺、螃蟹没卖呢，这生意可不能砸了。你说的也对，下次早点说，别跟个哑巴似的站后面。骡车在村人的围观中缓缓驶向季家。嘿呀，还真是我家买了骡子呀！老天爷，这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呀！听到继母这话，其他人纷纷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看来这季家的钱还真是这疯女人在管。还高兴呢，以后就是你用车都得额外花钱。关上院门，继母第一时间把骡子牵回后院，两个孩子也蹦蹦跳跳跟上去。别靠得太近，小心被踢到。钟宁今天起得太早，又逛了一上午街，累得慌，准备回去睡个回笼觉。小小的后院现在有骡，还有母鸡、小鸡和一大堆柴草，看上去有些拥挤。你跟娘说说，这买骡子的钱哪儿来的呀？您不用管，您只要知道他这骡子买了是给全家人用的就行，他的钱他自己支配，咱们能跟着沾光已经很好了，别再动其他念头。第一次听儿子用这么严厉的语气和自己说话，继母在惊诧不安的同时又有些勃然。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我可是你娘，你就那么向着那个女人呐？真是有了妻子忘了娘是吧？活这么多年容易吗我呀？季晨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多说什么。他是存了利用那个女人的心思，但仅限于替自己规避开那些暗算之人。他没想过占这个女人任何便宜。如今他替自己照顾孩子，还为这个家里带来那么多好的改变，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总有一天他会报答回去。继母的怨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下午他就张罗着给季晨多做些干粮带着。这次院士季晨要去往县里参考，从村里到县城赶路要1天时间，坐船又要1天时间，一般还要提前2天到达，不然那些离考场近点的客栈要么没有房间，要么涨价涨得厉害。有钱人倒是会提前租赁个院子，可他们家没钱。继母一边拍打面团一边念叨，希望考试那2天天气好点儿，可千万别下雨了。院士考场又不是露天的，怕什么？你还真是一点不关心考试的事儿。那考场有屋顶不假，可屋顶的修缮又不及时的，下雨可是会漏雨的，到时候漏卷子上不就完了？那带个大伞撑着不就好了？那肯定还是天晴更好啊，下雨有雨声，吵得人心烦。雨声算什么？这晚上那么多人在一块儿，要是遇到隔壁会打呼噜、会磨牙的，那才叫难受呢。不过一说起考试，他这心里面又不得劲起来，目光忍不住看向正在院子里看书的季晨身上。他可是知道这次季晨不仅考不上，还会被人陷害。他有心与季晨说，可怕他起疑是一方面，怕影响到他和他真命天女相遇是另一方面。钟宁纠结得不停踱步，纪元看着好玩，也学着他的样子，双手背在后面，走几步再叹口气。唉，娘和妹妹都是傻子怎么办？脚步猛地停顿，钟宁下定决心朝季晨走去。如果他是季晨，寒窗苦读10余年，肯定更想凭真才实学早日鲤鱼跃龙门，而不是依靠他人的力量才能换来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凭什么他就要面对那么不公的命运？我有话想和你说。好。两个人走在田埂上，4月末的风很温和，偶将钟宁的碎发吹到脸上。考试考2天啊？第一日考贴经墨义，做2首5言6韵诗，第2日考律法2题，论题1道。
就是填句子、写诗意、作诗、判案、写一篇论题作文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就说第一个铁经，4书5经加一起共有40多万字，从中随便抽句子让默写上句或是下句，便非易事。更何况还有其他那么多内容，甚至法律知识都要考。季晨没有过多解释，钟宁却是理解的。想我高考默写，还有想不起来的诗句呢。活论这些，加上1年又1年不菲的学费，特别是对家境普通的读书人来说，考上全家鸡犬升天，考不上鸡犬不宁。难怪科举对他们来说意义那么大。钟宁放缓了脚步，偷偷瞅了季晨一眼。在温暖明媚的春光下，他素来清冷的神情如今也多了几分温度，不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的人。这样的他被污蔑科举作弊时得有多愤怒多无力呀！推己及人，钟宁还是希望他的这条路能走得平顺光明。考试的时候，外面会有很多读书人排队等检查吧？注意到钟宁的打量，季晨心中微动，脊背也不自觉挺了挺。那么多人，有没有人会故意陷害其他读书人？例如故意撞他身上，然后把作弊的小纸条塞到他带的竹篮或者食盒里，又或者腰带缝隙？有。不想让钟宁一个人说这么多，像唱独角戏。季晨绞尽脑汁也说出些话来。我听先生说过，不止这样，以前还有读书人住店时被其他人从楼梯后推下，后来查出那犯罪之人竟是他的同村学子，因嫉妒他成绩极好，想在考场少个竞争对手，鬼使神差犯下此等恶行。还有这种人，这一摔岂不是又要耽误1年半？说什么鬼使神差，分明就是早有预谋。这种人就该永远剥夺考试机会。按律法来说就是如此。那就好。钟宁想着能让季晨这种警惕心强的没注意到他那些阿杂举动的人，要么是惯犯老手，做起这种事悄无声息，要么就是长得非常老实，甚至像个弱势群体，容易被人忽视。你此番去考试也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毕竟你学得这么好，难免遭人记恨。不管是路上还是住店，又或者在外面排队等检查的时候，都注意一下，离其他人远一点。有人要靠近你，你赶紧躲就是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知道吗？害人之心，季晨眸中闪过一道冷光。他不想害人，可旁人却要来害他，那就别怪他。知道了，不过我如今在村里，其他人如何知道我学得好？说到后面，他的语气带了几分调笑。钟宁当场尬住。是啊，总之你小心就对了。我还等着你考上，让我做秀才娘子呢。你要是考不上，就给我等着吧。女人摆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可她这样皱眉瞪眼，鼓着腮帮子，粉嫩唇瓣微微嘟起的模样，不仅看着不凶，甚至还有几分娇憨。只一眼，季晨就移开了目光。曾经他之所以同意和钟宁成亲，不仅是因为娘觉得不错，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长相符合他的审美。可成亲后的一地鸡毛早已将他那点喜欢打碎到无影无踪。如今他时不时的悸动不自然，又何尝确定不是基于这副皮囊的错觉呢？若真考不上呢？那就罚你3天不许吃饭，只能看着我们吃，饿死你。第2日一早，继母顶着一对大黑眼圈子，把他提前炒好的田螺、螃蟹放到马车上，又把2娃娃也抱上车。今天是一大家子齐出发。到了镇上，继母先下车去送货，临走前再三叮嘱季晨注意安全。他有心想补一句：考不考得上不重要，人没事最重要。可又怕乌鸦嘴，只能依依不舍地朝儿子挥手。您放心吧。到了河边，这回轮到季晨要走了。钟宁抱着2孩子目送他。那小船上多是读书人，都在和岸边的家人依依惜别。钟宁也有心说什么，可跟季晨又没那么深的感情。思来想去，他送了季晨一句：加油，相信你一定能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我会的。这话是给自己的承诺，也是给他的承诺。驾着骡车回到镇上，钟宁注意到继母过来的时候表情不太好。怎么了？
刚刚我去酒楼送货，那掌柜的说明天起呀就不用给他供货了。他说他们家厨子已经研究出这俩玩意儿的做法了。他咋能这样呢？我都没给他涨价，他还好意思说不收就不收了？他们这样和咱们买东西研究咱们秘方有什么区别呀？好不容易找到赚钱的营生，就这么没了，以后还怎么供儿子读书啊？钟宁倒是没太生气，他预料过这一天会来，早晚罢了。更何况人家厨子能研究出来螃蟹、螺丝的做法，那是他的本事。你也别太生气，他们家不要，不是还有其他酒楼吗？你明天去找别家供货，相信会有人收的。这家研究出做法，其他家可没有，掌柜的也不会好心到跟其他人分享商业机密，所以这钱还是能挣一段时间的。是，也是啊，哼，我就不信他们做的能有咱们的好吃，能比咱们的个头大，比咱们干净。到时候他再后悔，我也不会搭理他。随着河水荡漾，一点点靠近目标，他没花钱住船上的包房，而是和其他贫苦读书人一样挤在船舱里。尽管他出门前母亲给了他3两银子，钟宁也给了2两。想到那2两，季晨神情柔和，钟宁身上拢共也就剩4、5两。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分他一半，说是什么必要投资。钟宁正带着2个孩子在山上挖竹笋，没办法，不带他们分一下神，他们老是时不时来一句：爹去哪里了？爹呢？圆圆要爹。你们爹在的时候也没见你们这么黏他，2个小人精。这会儿山上笋子还是很多的，一天就能冒出1茬，都是些毛竹笋，非常粗壮，一个就够一家子吃一顿。仲宁本来是带孩子玩，挖着挖着倒也来了劲头，这玩意上瘾，背着满满一筐毛竹笋下山。钟宁想着吃不完的可以晒成笋干，还可以做成泡椒笋片，就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泡椒那玩意儿。耳边响起奇奇怪怪的声音，钟宁转头就看见在一棵大竹子后面，有个男人正狗狗祟祟地朝他招手。你谁啊？你说我是谁？这才多久没见了，这女人居然装出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钟宁这会儿也想起他来了，这不是原主的情郎吗？也是害原主摸黑私奔掉水溺亡的罪魁祸首。钟宁瞅了眼俩孩子，也没理方展元。虽然你们爹这几晚不在，你俩也要早点睡，知不知道？要是闹着不肯睡，我就等他回来跟他告状。说罢，钟宁拉着俩孩子继续往山下走。看到钟宁带着俩孩子头也不回地走掉，方展元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方展元气得够呛，当他不存在是不是？转念又意识到钟宁刚才那是话里有话，这才憋着口气走了。这人怕不是傻狗，大白天的还要跟我说有的没的，怕其他人注意不到是吧？还好刚才那块没人。晚上，钟宁哄睡俩孩子后，就穿好衣服往外面走。又是那阵子怪调，钟宁翻了个白眼，转而朝声音处走去。草垛后面，方展元上来就要握住钟宁的手，钟宁往旁边一躲，他先是愣了下，随即摆出一副深情又难过的表情。娘儿，你那天为什么没来找我呀？因为他挂了，这个理由可以吗？我为什么要来找你？方展元被噎了下，不知道钟宁为什么这个态度。我同你说实话，那天我本来想拿走家里所有钱跟你走的，但不知道季晨是不是察觉了什么，他把钱藏起来，我没找到，所以我才没去找你。真是个没用的玩意儿，不是说家里的钱你都管着吗？那也没关系啊，没钱我养你就是了。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在村外等了大半夜，冻得瑟瑟发抖，回去就发烧了，这大半个月都没好呢。怎么不烧死你？什么？啊，我说怎么会这样？还好你没事，不然我真的是要难过死了。净说胡话，走，我带你离开这里。方展元又要来拉钟宁，钟宁躲开。这会儿方展元已经有点没耐心了。你是变心了吗？不跟我走了吗？你怎么会这么想？你说呢？我那天都看到了，看到你和季晨那小子走在街上有说有笑的，怎么这么快又重新爱上了季晨，不想跟我了是吗？
你个男小三，怎么好意思说他？我和季晨可是名义上的夫妻，在一起有问题吗？你还搁这怪罪上我来了？我倒是想跟你，你给我该有的安全感了吗？什么？我一个女人，不明不白跟你走就算了，市场还没有钱，你要是哪天不想要我了，直接把我丢下，我一个人没钱没身份，寸步难行，这样我怎么敢抛下一切跟你走啊？那你想怎么样？我要你给我钱。钟宁自然不是无端端找这狗东西要钱，书里说了这玩意儿和原主一起私奔后把原主钱财偷走，还把原主卖去了勾栏院。他想不出点子让这丫的也去卖，但钱他还是能要的。钱？什么钱？宁儿，我发现你怎么变得这么贪财，这么不懂事儿呢？现在的你和那些庸俗女人有什么区别？这满嘴就知道钱钱钱。方展元家庭条件不算差，父亲在镇上给人家做账房，母亲靠做绣品挣钱，可架不住家里孩子多，还都是儿子。他上面有2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卡在不上不下的位置，所以他才会想办法靠别的门道挣钱。就例如一边骗钟宁的钱，一边从那位手里拿佣金。当初他和其他人一起追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条件极好的方成远，想和方成远认个同姓兄弟，以后方成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他，他一定为其赴汤蹈火。然后方成远就命令他勾引季晨的妻子。用方成远的话说，他不仅要看见季晨考场失意，还要他回家发现女人也跟别人跑了，让他在老母亲年幼的孩子拖累下彻底失去信心，回到该去的位置上。钟宁没想到这玩意还是个古代的 PUA 达人。行啊，你不给钱我就不跟你走。宁儿，我们俩的感情怎么能拿钱来衡量呢？你忘记了我俩昔日花前月下浓情蜜意了吗？你指的是大夏天在河边，一边被蚊虫咬，一边听你做那些不知所谓的酸诗吗？追女人不花1文钱，连素花都是山里的野花，你好意思？方展元想到事情成功以后，自己还可以得到方成远承诺的10两白银，说不定还能把这女人卖出个几两。啊，不就是钱吗？宁儿，你要多少？20两。你怎么不去抢？我哪来那么多钱？20两都没有，咱们怎么私奔啊？吃苦不要钱吗？租房子不要钱啊？哎呀，算了，我还是留在季家吧。虽然季晨考不上功名，但是起码供我好吃好穿。我想买什么，多找他炒几家也能要的。和你一起啊，我有种要吃糠咽菜的预感，但我可不干。方展元咬牙切齿，眼看钟宁要走，他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伸手就要架住钟宁的脖子，硬把他拖走。钟宁通过地上的影子注意到他的一举一动，转身一拳打在他眼睛上，又一脚把他踹翻在地。你干什么？啊！方展元痛呼没2声就被钟宁捂住嘴。你丫的，想让全村人都知道咱俩在干嘛是吧？一句话，要么给钱，要么咱们一拍两散，滚！钟宁又踹了他一脚，这才转身离开。他不担心这人不来，这人一开始收了方成远的钱，事情办成还有一笔，搁一起也有个15两，他不会舍得就此放弃的。考场外面已经排了长长一队人，辰时一到，守在考场外的官兵准时开始检查起这些考生来，检查方式相当严格，让考生走进提前准备好的房间里，然后把衣服全部脱掉。一个官兵查考生的衣服有无夹带，一个看考生带的其他东西，像酥饼之类。查完还会看考生的头发、胡须里有没有小纸条。至于其他就不多说了。季晨随着其他人一路往前走，刚走了没几步，突然一个瘦小的男人撞到他身上。不好意思啊，这位兄台，我把你认成跟我一起结伴考试的同窗了，跑来的时候又不小心绊了一下，你没事吧？当然，时间紧张，你快去找你的同门吧。好。时间一点点流逝，约摸1刻钟后，终于轮到季晨进去。他没有一点点局促，十分坦荡地脱衣受检，目不斜视，姿态端方。官兵们检查一番后，朝他点了点头。季晨看了眼食物，麻饼已经被切成好多小碎块，麻花、炸果子还成。
肉酱也是被筷子搅和了好几下。那样的男人从季晨进去后就开始盯着官兵那边，可他等了许久，一直等到下一个人进去受检，也没等到季晨被打出来。怎么可能？我明明把纸条塞进去了，难道是塞得太里面，官兵没查到？不可能，难道被那个男人发现了？不对。男人立马手忙脚乱地检查起自己的东西来，又是翻考篮，又是把腰带解下来，还在那儿不断拨弄头发，动静之大，惹来官兵怒斥。那边的，干什么呢？可任他怎么找都没找到那个拇指大的纸条。这会儿季晨已经进了考场，找到自己的号舍，看到这四四方方转个身都困难的小空间，季晨心里百感交集。10年了，他终于走了进来。啊！还说不是你带的小抄，这字迹分明和你写出来的一模一样。啊，不是，我是被诬陷的，是季晨，是刚才被我撞到那个，是他把纸条塞进我衣服里的。男人怎么也没想到，他找了半天没找到的纸条，居然是被塞进了他里衣与外衣的夹层里。现在被官兵们搜出来，他的脸色一片灰白。科举作弊可是大罪，将会被永久剥夺考试机会。我是无辜的，我真的是无辜的，是季晨，他害我，他害我呀！当老子傻呢？你撞的人家，事发突然，他怎么可能提前准备好陷害你的纸条？还和你自己一样。你听听你说的话，有道理吗？跟我们走，其他护节的考生也滚出来，给他做保的林生呢？大人，大人，小人无辜啊！小人不知道他会做出这种害人的举动来。王二，你故意害我们是不是？自己准备的不好，就想拉我们一起下水？几个无辜受牵连的学子忍不住冲上前殴打王二。律法规定，护节考生中有人作弊，其他4人也会被剥夺本次和下一次的考试机会，这他们如何忍受得了？那中年廪生更是气得浑身发抖，目眦欲裂，想也不想上去就给了王二几个窝心脚。别说他的廪生身份了，就是这个秀才功名也保不住了，一切又要从头来过。外面的喧哗吵嚷季晨置若罔闻，虽说牵连了几个无辜者，但他也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给这些人赔罪的是王二，而不是差点被毁了的他。板子落到自己身上才知道疼，他在做这些事前怎么不想想科举对读书人有多重要呢？号舍内有一高一低、1里1外2块木板，里面低的那块供考生们白天坐着，晚上蜷缩，外面高的那块自然是供考生们摆放笔墨纸砚的考桌。季晨将考篮放在考桌下面，用衣角小心翼翼擦去考桌上的灰尘，随即将带来的宣纸铺开，用镇尺压住，又拿出墨条砚台慢条斯理地研磨起来。等考生全部入场，又过了约摸1刻钟，考场响起敲锣的声音，那是考试正式开始的意思。官兵们将考卷发放到考生手上，季晨打眼扫了下考题，眉头微挑。今年的铁经题共20道，比往年实在是偏了许多，有相当一部分是4书5经里不常被人提起来的内容，而且给了下句让默写上句的占了1半。季晨静下心来，按顺序将需要填写的句子写在纸上，落笔干脆利落，管格体字迹整齐清晰，秀雅大方。写完铁经题，到了默译，即默写经书原文和其中注疏，题目共有10道。季晨一眼扫过去，比起铁经，这次默译难度小些。他不紧不慢地作答，到了中午已经默完所有题目。他也不着急去看后面的诗赋题，而是拿出准备好的食物，配上考场提供的饮水，慢慢吃起来。麻饼只有些咸味儿，连馅儿都没有。季晨也不敢买带馅的，怕时间久了变质，实在吃不下去，他就用筷子夹上一些娘准备的肉酱放饼上，一口饼一口水的吃。吃完1张饼，他又吃了2块麻花。其实他已经不饿了，但看到麻花还是忍不住伸出手。下午的诗赋题目中规中矩，不算难也不算太简单。晚上，季晨背靠在石墙上，听着周围好舍或誊写或休息的声音，久久无法入睡。
他想起这次考试，想着明天不知道会考什么内容，又想起家里，他走了以后也不知道2个孩子习不习惯，娘这几天不知道有没有担心，以及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想着想着，季晨自嘲地勾了勾嘴角，对于他来说，自己不在，估计更松快些。方展元往后退一步，将嫌弃之情压在心里面。银子也给你了，现在跟我走吧。你放心，我已经在镇上租好房子，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我一定会待你好的。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行李还在家里，你等我去拿哦。快去快回。好嘞。然后方展元一等就是1个时辰，也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气的。到后面他浑身发抖，牙齿不停打颤。这下他算是知道了，钟宁是在骗他，绝对是在骗他。他的钱呢？他气冲冲地往季晨家里去，在拍门的前一刻又缩回手。不行，不能这么干。这大晚上的绝对会把左邻右舍吵醒，让其他人注意到他的颜面往哪搁。他一个读书人，还是个黄花大闺男，可不能坏了名声。可一想起那20两，他心里又疼得直抽抽。那里面除了他从方成远那挣来的，还有他自己好不容易存下的银子呀。不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下一瞬，一只胖胖的野鸡从树上掉下来。咦，哎，行吧，也是肉，也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野猪、狼什么的可以打。钟宁说后面那句纯属装，方展元也不信他那么厉害。可钟宁刚才这一手确实吓到他了，不，肯定是误打误撞。然后他就看见钟宁又射中一只野兔。哇，今天手感真不错，百发百中呢。感觉这会儿要是来个我讨厌的人，我可以一下射中他的脑壳。方展元浑身一颤，下意识往后退。突然一支木剑从他耳边擦过，削掉了他一缕长发。跟我这么久，不打算出来打个招呼？方展元想跑，可他腿麻了，动不了。钟宁站在他面前，一手拽住他的衣领，脸上笑靥如花。不是想暗算我吗？怎么不动手啦？还念着旧情呢？没有，我怎么会暗算你呢？方展元头皮发麻，努力摆出一副镇定的模样。我只是有些不甘心，毕竟我是真想和你在一起。你不愿意跟我走，我也不强迫你，只能偷偷跟在身后看着你。方展元越说越顺畅，看着钟宁的目光如同含了水波般深情款款。钟宁笑了，无语的笑了。你骗骗哥们就得了，别把你自己也骗着了。你当我不知道你和方成远那些阴私勾当？你当我不知道你想把我给卖了？你怎么知？话没说完就被钟宁一脚踹地上，随即左右开弓，狠狠给了他10几个大耳巴子。你算计原主我不管，你想算计我，我可就要让你看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疯子，疯女人，你放开我！方展元还要反抗，钟宁顺手拿起一支木剑插他眼睛旁边，就这么贴着他的眼角过去，吓得他瞬间眼泪飙了出来。你让我打够了出出气，我也就放你走了。你要是非要反抗，那就别怪我把你留在山里喂野兽。这下方展元也不敢动了，老老实实挨揍，打到手心都麻了。手底下男人的脸肿得像个猪头，牙齿都掉了2颗。钟宁这才收手。滚！要是还有下次，老娘绝对把你扎成桃葫芦架子。方展元含泪狂奔，心里想着一定要去和方成远诉苦，一定要找他要治疗费，还要很多很多的补偿。结果等方展元回到镇上，就听见其他读书人在那议论。哎，你们听说没？松岩学院的王二因为夹带纸条，被永久剥夺了科举考试的资格。我听说了，哎呀，和他一起考试那几个学子，还有给他做保的廪生，真是倒了大霉。谁说不是呢？不过我听别人这么说，他一直在那争辩，说是方成远花钱雇他这么做的，说方成远给了他50两。啊？还有这种事？真的假的？方成远没回了，他还在县里读书呢。不过我估计不真，方成远和季晨什么仇什么怨啊，干嘛要做这种事儿？我也觉得，
而且我见过方成远，那人性子好着呢，听说还给家境贫穷的同窗买书、买饭吃什么的。也说不定呢，总不能是王二随便攀要他吧？关键是王二拿不出证据啊。他说方成远指使，可他连个方成远给他的书信字条都没有，甚至连方成远见面的时间都说不上，这谁会信呢？闻言，方展元倒抽一口冷气，因为这些证据他也没有。方成远一直是通过不同的人和他沟通这些事情，从来没有亲自出面。这要是哪天自己被抓了，岂不是也要背全部的锅？这会儿方展元已经没有胆子去找方成远了，只想离这人越远越好。太可怕了，太会算计人了。中午，季晨把上午写好的2道律法题放一边晾干自己，依旧是不紧不慢地吃东西，还找官兵讨了一壶热水。官兵瞅了眼他答题的稿纸，只觉看起来十分赏心悦目，加上季晨表现镇定从容，官兵心想这人应该是有戏的，就是不知排名如何。与上午的律法题完全不加一点个人感情，只按法律条文来做解答不同。下午的测问更多考的是个人思想、政治倾向，题目冗长，季晨反复通读，了解清楚问的什么以后，便开始斟酌字句，一边想一边在纸上打草稿。考虑到学政的行文偏好，季晨在清晰阐明观点的同时，引用了不少古人名言、历史事件为佐证，全文辞藻工巧而不堆砌，也算是发挥了他一贯的水平。写完稿子后，又仔细誊抄一遍。此时时间才过去1个时辰，季晨也不多等，毕竟文章已成，纠结也没有意义。他拉动号舍内的铃铛，很快便有人来收试卷。等走出考场，季晨看了眼外头灿烂的阳光，明媚到晃眼，让他觉得很不真实。回到客栈，季晨买了2桶热水，仔细清洗沐浴一番后，便收拾行囊准备回家。和他一起护节的考生问他不留到张榜的那一天吗？季晨摇了摇头。按往年来说，从阅卷到张榜起码要10天时间，他不想在这里等，也没有那么多银钱可以耗着。再说若榜上有名，便是离县城千百里也会有官差上门道喜，用不着在原地等待。他现在更想立马回到家里，看看孩子，看看娘，看看。半夜，外面响起淅淅沥沥的雨声，钟宁在迷迷糊糊间想起2个孩子的衣服还晒在院子里，挣扎着醒来想要去收，然后他就看见床前立了个黑影。他这一声还没完全叫出来，就被人伸手捂了嘴巴。是我。季晨。他气得打了对方衣服一下。干嘛呢？知不知道大半夜干这种事儿会把人吓死的？他语气嗔怪，带了几分刚醒的沙哑和软糯，加上他刚才的举动实在亲密，季晨愣了下，身体有些僵硬。我刚刚赶回来，想看看2个孩子。回来这么急做什么？在那再休息一夜，人也舒服些。外面下雨呢，有没有淋到？他这再正常不过的关心，却让季晨心中一暖，说话也愈发温和。没有，刚进来外头就下起来了。那就行。屋角有伞，你去把外面那几件湿衣服收回来，省得我还要爬起来。我明天洗一洗，搁屋檐下阴干。将衣服拿回来，借着微弱的烛火，季晨看到钟宁已经重新躺回去，他又睡着了，还侧着身，一只手搭在2个孩子的身上。季晨嘴角微微翘起，把衣服拿回自己房间，趁着还有精神，将衣服洗了，放到外边屋檐下面。儿子，多吃点儿，你都瘦了。一大早，继母破天荒煮了一锅浓稠的白米粥，蒸了一大锅肉包子，配菜都是炒鸡蛋。爹爹吃。小圆圆乖乖巧巧地往爹爹碗里加鸡蛋，季谦也不声不响地给爹拿了2个大包子，加上继母刚才夹的，这人碗里都快堆出摩天大楼了。哎呀，今天这好饭好菜的，我还能吃吗？不会抢了家里大功臣的吧？什么怪腔怪调的？谁不让你吃了？说罢，气哼哼地给钟宁碗里放了个大肉包。钟宁扑哧一笑，她早就发现了这婆婆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说话跟吃了枪药似的，做事却不含糊，对身边人相当不错。娘，
小圆圆歪着小脑袋，也讨好的给钟宁夹鸡蛋。季谦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包子放到钟宁碗里，自己低下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吃早饭。季晨也盛了碗粥放到钟宁面前。这2天辛苦你了。他说话语气平常，却叫钟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狐疑地瞅了他一眼又一眼。这是在阴阳怪气我吧？是吧？谁不知道我天天全家起得最晚，事情做得也最少。吃完饭，继母就去镇上送货，季晨做家事，钟宁带2个孩子玩。临近中午，继母风风火火地赶回来。镇上读书的掌柜说希望你明天过去一趟，还说你上次带去的文章他很满意。季晨疑惑片刻，很快回过味来，将话带到钟宁耳边。后者愣了下，随即脸上露出意得志满的神情。看来出画本这事儿妥了。你就不怕是被拒稿了？怎么可能？我这么厉害，一代文豪好吗？有眼光的都知道我写的多好多牛。少说丧气话，不许诅咒我，知道没？我明日陪你一起去吧，那样不会太奇怪。小陈回来了，这次考试还顺利吧？咱们等着吃你的喜宴呢。可不是嘛，这礼钱呢都备了好些年了，也没花出去。哎，这次没遇到意外吧？有几分把握？肯定能考个秀才回来吧，都学了10年了，这就是再笨也应该学出点什么来了吧。更何况小陈你聪明呢。一看小陈就是有自信，刚回来就敢出门。村人关心的话语大部分听来都带着几分怪里怪气。季晨面不改色，也不言语。继母正要骂，钟宁已经拉开车帘。一个2个管那么多呢，是不是饭车从你们家门口经过，你们都要拿个勺子尝尝咸淡啊？一个个说话之前先问问你们自己，儿女都成家了吗？一年挣多少钱啊？下一代下一代都做什么营生啊？在地里刨食固然没毛病，可进城做事往上考科举才能更加海阔天空嘛，你们说是不是？哦，该不会你们家里的都是些念不进书连童生都考不上的笨蛋吧？几个刚才还在嬉皮笑脸的村人瞬间脸上红温。季晨坐在前面，听着钟宁那些话，眸中多了几分温度。若有好消息，自会通知各位，倒是各位可别食言，想必准备多年，那礼金一定不会少吧。等到了镇上，一家人又是分为2拨。钟宁、季晨带着孩子来了墨染书铺，刚到门口，掌柜的眼尖瞧见就迎了出来，十分兴奋地朝钟宁伸出手。钟宁没什么反应，小纪元倒是替他拍了掌柜手心一下。掌柜摸了摸小姑娘毛茸茸的脑袋。夫人，那个新的手稿呢？这就开始催更了，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被无数双眼睛盯着，都要我赶紧写稿一样。错觉，一定是错觉，自己吓自己。你主家答应出画本啦？是，主家说不仅要出，还要出许多册。许多是多少？主家在整个县城乃至是下面的4个镇子都开了书铺，一共有10个，打算各个铺子里先印上100本作为第一批试水，卖得好的话再多多加印。一个店里100本，那就是1000本。画本找了几个印刷坊再连夜赶制，还打了墨染书铺的标记。这是样本，您看看，估摸着顶多半个月就可以卖了。钟宁看了眼那本精装的画本，封面龙飞凤舞的写着重生，我成了诸天最强剑圣。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居然有点尴尬。纸张很有质感，每一页的页角都有墨染书铺几个小字，挺好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完善一下。如何完善？要重印那可能不太好办。不是，这样吧，我过2天再来找你，到时候再带些新的书稿来。那个尽量。一家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咱们直接在镇上吃吧，也省得回去烧饭了。那多浪费钱呐！那你回去吃吧，我请他们吃。儿媳妇，你早说呀，咱这就去吃饭。你说去哪家吃啊？钟宁指了指路边一家小饭馆，在来的路上他就注意到，这家店虽小，但客人不少，而且饭菜味道闻起来确实不错。各位看看吃点什么？上几道这里的招牌菜吧，
就要2荤2素，再1份鸡蛋羹给孩子吃，另外上点米饭。好嘞。继母看了眼墙上的菜品价格，还挺贵呢，你钱够吗？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毕竟我刚讹了我那奸夫冤大头20两呢。要不是突然拿出来太招眼，我连上次看中的金钗都买了。正在给2个孩子烫筷子的继晨愣住，抬头看着笑颜如花的钟宁，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菜上的很快，1道竹笋干炖羊肉，1道红焖金蹄，1道香菇扒菜心，1道翡翠茭白。吃了一会儿，钟宁注意到旁边继晨吃的不多，是不是不合口味啊？要不再要2个菜？不用，今天不是很饿。啊，这难伺候的人。算了，你不吃我吃，我吃。夜晚，钟宁坐在继晨对面写画画，继晨则在抄书。他写了1页后，默默把纸张放到了要丢弃的那一边。实在心烦，继晨转而去磨墨，顺带偷偷看了钟宁一眼，见他在纸上画着什么，画风和他见过的画都不一样。哪有男人眼睛是那样又长又深邃，还带了一圈晕染的，鼻子也是1道线勾下来，没有一点实感，还有嘴唇又薄还画的那样有光泽，这是照着他的审美来画的吗？那他这审美未免也太奇怪了。本来还担心画不出来呢，结果照着继晨那样，还真就画出来了。这男人哪里娘了？这男人多棒啊！钟宁一抬头就看见继晨正盯着他的画。怎么样，好看吗？还不错。难道说他自己长得丑吗？继母一边飞快地挥舞筷子，一边在心里算着：炖羊肉100文，焖金蹄80文，香菇菜心30文，茭白35文，这可一定得吃光，不然浪费了。钟宁给孩子们舀了蛋羹，加了菜，看他们十分垂涎地看着大人吃的肉，考虑到猪蹄有点辣，便问继母：这羊肉汤他们可以喝吗？继母也不太确定，她倒是养过孩子，但那时候哪有这条件，还喝羊肉汤呢？蛋羹1年都吃不着2回。你给他们1人少来一点，应该没太大事儿。行，我来吧。继晨找店小二又要了2个碗。钟宁吃着青菜念叨：没想到素菜也能卖上价。继母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吃米都吃不饱的时候，有几个庄稼户会种很多菜呀？更何况菜也不好伺候，农村菜少，卖到城里的就更少了。我懂，咱家后院那地，要不是我和孩子时不时去抓虫喂鸡，那点菜早就被虫子吃光了。是，那可真是辛苦你了。您知道就好。我也觉得不错，就是纠结要不要用毛笔描摹上色，感觉那样太考验画工与耐心了，我做不来。我来吧。真的假的？你会画画？在学院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钟宁在他旁边看他作画，看了一会儿，发现这人还真是有水平的，手都不抖一下，线条画得既流畅又浓淡分明。2个人离得很近，近到继晨能闻到钟宁身上淡淡的香味，像是栀子花的味道。他买了枣豆吗？没见孩子房间里有那种东西，是他身上本来就有的香味，可以前怎么没闻到过？不对，以前的他也不是他。他说这人的原型是自己，那方展元呢？方展元为什么要给他20两？20两在镇上都够娶个漂亮的妻子了。难道他对他真的是出自真心？那他呢？他又是怎么想的？怎么不动了？我在想，这人腰间的腰带有些奇怪。这里用的是金属腰带，你颜色可以画淡一点，有光泽一点。什么是金属？你就当成铁片子吧，然后从肩膀到衣服下摆可以来一条黑色绸缎。为什么这样设计？你懂什么？帅就完了。等继晨按钟宁的想法给画上完色，天边已经亮起了鱼肚白。钟宁这会儿已经倒在桌边睡着了。继晨想叫醒他，让他回床上睡，手在即将触到他肩膀时又收了回来。静默片刻，将他打横抱起，他的长发随意倾泻在他的胳膊上，手上很柔软。有那么一瞬间，他想着把这人放这边床上就行，他们是夫妻，同床共枕再正常不过。可很快他又否了这个念头，他不是他
他又怎么能算自己的妻子？季晨抱着人去了孩子的房间，两个孩子这会儿已经迷迷糊糊睡醒了。娘，小声点，让你们娘再睡一会儿，知道吗？小纪元立马捂住嘴，不住点头。季谦看了看爹，又看了看娘。等爹离开以后，他躺在床上，在背着娘的地方偷偷笑了。刚刚起床的继母看到刚才那一幕，人都傻了。他就说儿子为什么一定要留下这丫头，果然是爱得太深了。接下来2天，雨一直没有停，钟宁就专心在家里写作，季晨帮他完善画作后面的背景。继母在家里带孩子，看着2个人在书房一待一整天。小陈就算了，这丫头在里面干什么？她还能识字不成啊？奶奶在说娘亲坏话。继母立马捂住她的嘴，别胡说，饿了吧？奶奶带你去烤花生吃。好。半夜，钟宁赶完稿进屋准备睡觉，刚摸着被子就感觉手心里面潮潮的，下一秒一滴水就滴到他手背上。这是屋里漏雨了。他拿着烛火仔细看，果然背面浸湿一大片。他又看了看2个孩子那边，倒是没淋到。再在屋里四下看看，好几处都被雨水打湿了。这下不得不住在水帘洞了。他赶紧把2个孩子叫醒，又把东西从其他漏雨的地方挪走。床他一个人搞不定，钟宁只能去把季晨叫醒。2个人合力把床靠到墙边，看着屋里的情况，再看看钟宁和2个一脸懵的孩子。不然去我那个屋子睡觉吧。行，我跟娘挤挤，你带着2个孩子睡。和娘睡。小纪元半夜被喊醒，没有安全感，抱着钟宁不肯撒手。季谦看了眼爹爹，又看了眼娘亲，突然别扭的来了句：我也要。说罢拉住钟宁的另一只手。我也有如此受欢迎的一天，可知道怎么睡？娘那边肯定睡不下我和2个孩子，不然让季晨和他娘睡，2个人都瘦，挤一挤也不是不行。我可真是个大聪明。钟宁刚要对季晨说，一抬头看到对方凉飕飕的眼神，莫名心虚，把话咽了回去。一起睡吧。在钟宁震惊又警惕的目光里补了句：让2个孩子睡中间，做父母的带孩子睡觉很正常。钟宁想了想，同意了。一来，夫妻2个同床共枕确实很正常，虽然我不是他原装妻子，但表现得太抗拒也不对劲。2来，就算发生什么，俺老朱又不吃亏。临睡前，季晨又去母亲那边看了下，那边也漏，好在单人床换个位置就成。等天晴了，我去找村里的泥瓦匠过来看看。只怕天一时晴不了，我明天去屋顶上多盖2次茅草，配上泥浆试试。成，你和他一起睡没问题吧？不行，让他到我这里来。没事，2个孩子也离不开他。儿子，其实你也不用找那么多借口。你说咱要不重新修个屋子，修个石砖的，结实不漏雨，还体面。修石砖房要多少钱？如果是修像现在这样的3个卧房，不包含外厅和厨房，一共50两吧。这么贵？石砖造价贵，便是在李正家也不过只修了间正厅，他们自己住的还是土房。那叫面上光。那如果我以后挣到这么多钱，能不能修啊？在村里，你穷，其他人会可怜你，甚至救济你；你富，那便只有非议和嫉妒，甚至招来小人的伤害。恨人有笑人无呗。周宁不开心，小时候家里也是这么穷，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一直到我小学毕业才住上现浇面的平房，不漏雨不回巢。到后来在城里买了房，那都是小时候做梦也想不到的。没想到这日子过着过着过回去了。算了，等以后挣钱了，在镇上买，在县里买，在府城买，后面去京城也买。我可是一定要过好日子的。钟宁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只剩下季晨良久沉默，久久无眠。隔天，等雨小了一点，季晨就披着蓑衣去修屋顶，继母和钟宁在下面看着，
钟宁有点纳闷儿，怎么娘这次不自己上去修啊？继母白了他一眼，我还在的时候我修成，我以后不在了，除了小陈谁还能干这活啊？你呀，为什么非要家里人去修？到时候都有家丁了。你咋比我还会做梦呢？季晨仔细找着屋顶上漏水的地方，找到后先用茅草堵上，随即用剪开的旧草席铺上，又加一层泥巴，然后再铺编好的茅草盖住。等了一会儿，他问钟宁：“屋里还漏吗？”钟宁进去看看，出来后向他比了个大拇哥：“没问题了。”季晨微微一笑，继续修屋顶。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家里的气氛逐渐变得有些焦躁起来。继母时不时偷看季晨两眼，好像有什么话想说，但又忍了下去。我看啊，娘肯定是在焦虑你有没有考上。钟宁整理好最近写的稿子，已经够数了，他打算休息一天。那你不担心吗？季晨手法轻柔地给小纪元扎了对小辫子。季谦在练字，这2天季晨每天都教他几个最简单的字让他练习。不是你说能考上的吗？那我还担心什么？既然深情哥都避开其他人的陷害了，按他原本的实力，起码能拿个前10名，我慌什么？钟宁记得季晨在得到女主帮助后重新参考科举，那一次考了第5名来着啊，对，不错不错，真不错。季晨闻言神情却是没那么好了，他心里预计的是前3名，难道有变数？同州府的贡院里，10名统考官加班加点，连熬了几个大夜后，终于定下他们眼中的前30名，也就是本次院试取中的考生。这次整个同州府参加考试的学生总共有4200余人。同州府下面又有4个县，分别为同东、同西、丰长、潮水。其中同东发展最好，学院众多，先生质量也最佳，以往录取的考生自然是最多，通常占了接近1/2，更是连续多年拿下同州府院士头名。其他同西、潮水2县差不多，每年可录个6人左右，最差便是丰长，一般只能取3、4人。你们觉得取这人为暗手如何呀？欧阳学正点了点他看中的那份卷子，考官们大部分是认同的，最终少数服从多数，取了中间这个考生为暗手。好了，可以把胡明的纸条接下来了。考官拆开暗手卷子的胡明纸，我猜这个人又是来自同东县。眼见这位考官露出惊讶的眼神，其他考官也纷纷探头查看。这可是稀罕了。不好意思啊，掌柜的，本来说过2天就来找你，没想到下了这么大的雨。我哪能生您的气呀？稿子带来了吧？钱掌柜迫不及待拿走书稿，贪婪地往下阅读。等看到叶凡炼制出上品炼气丹去拍卖时，然后又没有然后了。钱掌柜十分怨念地看着钟宁，就跟被伤害了的良家妇男一样。这要是个帅哥小奶狗也就算了，可你是个长得一般的大叔啊，能不能注意形象？季晨拿出准备好的画稿，吸引钱掌柜目光。您看看这能不能用得上？季公子是打算卖画了？等打开画作，他瞬间发出惊呼：天哪天哪，这不就是叶凡本凡吗？您觉得在画本开售当天把这幅画挂在外面做宣传，也让大家能对叶凡这个人有更具体的想象，这个主意如何？啊，原来是宣传用的呀，我以为季公子送我的呢。但不得不说，钟宁这个主意的十分可行，这么精美别致的画放在外面，绝对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那天我可得雇个人把这画给我盯紧了，免得被人偷了去。等宣传结束，他还要带回家珍藏呢。至于吗？打定主意，钱掌柜就开始和季晨商量这幅画要付他多少钱。他可没有脸大到觉得人家费这么大精力心血画出来的画是白送给他的。我们这是书铺兼做字画生意，一般给不了太高的价格。对于没有名气的画师做的画，好点的水墨画类似这种尺寸给2两银子，彩色画给3两银子，毕竟燃料不便宜。季公子这幅画我很喜欢，不能用作画本宣传，我给你3两5钱银子，可否？
好。拿到钱，季晨第一时间把银子递给钟宁，后者眨了眨眼睛接过。等二人走出去，钟宁又把钱还了回去。这钱是你挣的，你自己拿着嘛。我只是给了你线稿和创意指导，真正花了那么大功夫去把这幅画完成的是你，这是你应得的。你不想管钱？你的钱不是娘在管吗？我管钱，你不怕我又卷款跑路啊？还是说你小子在钓鱼执法？我可没那么容易上当哦。娘，不走，不走。季谦也一直盯着他，其中含义不言而喻。钟宁一把抱住两个孩子。哎呦，我的小棉袄，德洛风皮夹克，娘不走，哪里都不去。现在啊，娘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这仨倒是气氛温馨，和乐融融。走在后面的季晨活像个局外人，他看了看手里的银子，第一次觉得钱那么碍眼。一家4口，2个大人吃青菜肉丝面，2个孩子吃水煮蛋和肉粥。吃完，钟宁要付钱，季晨拦住他。我若是没钱的时候你来付可以，可我现在有钱，哪有出门在外，夫君理所当然的让妻子花钱的。哇哦，说的有道理，那你给吧。旁边坐着的女子狠狠掐了把身边男人的胳膊。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显着你了。2个孩子目光频频看向不远处的糖葫芦把子，想吃？纪元老老实实点头，季谦摇头。真不要？娘现在去买，你要是不要啊，就不给你买喽。季谦抿嘴，那个不字怎么也说不出口。想要什么就说，爹娘现在有钱，谦儿不用像之前那样担心家里生计。爹娘挣钱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让你和妹妹有更好的生活，知道吗？其实主要是我想过好日子。我要糖葫芦。这就对喽，等着。钟宁要了3串大的，2串小的，大爷少要了他1文钱，钱是后面跟来的季晨付的。这别的水果挺贵，山楂还挺便宜，这么大的才3文，小的2文，上面还有这么多糖呢。说着递给季晨1串，又给2个望眼欲穿的孩子1人1串小的。你们可不能多吃啊，糖吃多了牙齿会坏掉，以后就吃不了好东西了，知不知道？啊，知道了。1斤这样大小的山楂，约莫35颗，小串的5颗1串，大串的8颗1串。那咱们这大概刚好1斤，那也不便宜啊，12文呢。不是你说的还有糖吗？行吧。一家子喜滋滋的回去，继母拿到糖葫芦。这多不好意思，又让你花钱了。你儿子给的钱，吃早餐的钱也是他给的。继母脸上的笑容1秒消失，笑容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我的脸上。纪元和季谦2个小孩坐在院子里，一边吃糖葫芦，一边晒太阳。二婶，我也要吃糖葫芦。汪小芳烦死这个大胖小子了，本来是想着多带带他，过过儿子气，保佑自己这一胎也生个大胖小子，谁知道这是个嘴馋、没礼貌、到处惹事的混球。这村里哪有糖葫芦呀？人家应该是去镇上买的，现在去镇上也晚了，也买不着了。他们2个都是没钱买糖葫芦，肯定是偷别人的。给我糖葫芦，给我！童宝要抢纪元的糖葫芦，季谦赶紧护着，被小胖墩一下推倒，小纪元吓得嗷嗷哭。谁？哪个不长眼的欺负老娘孙儿啊？本来就心疼儿子花的钱呢，现在急需一个发泄火气的地方。继母刚冲出来，就看到童宝得意洋洋的在那舔糖葫芦，气得他抄起院子里的扫帚就打过去。又是你，又来抢我家的东西，看老娘不把你屁股抽肿！继母这句多少带点个人恩怨，她讨厌老季家的人，其中最厌恶的就是里面那几个躲在女人后面耍阴招的男人。你敢打我？我要告我奶，告诉我爹娘，把你家锅都给砸了！二婶，你还不来帮我？你是不是眼瞎？汪小芳被狠噎了下，瞪了小胖子一眼，又怕人真被打出事，毕竟是自己带出来的。不就是2串糖葫芦吗？多少钱我赔给你就是了，你和一个孩子斤斤计较什么呀？
你可是长辈，能不能有点气度？一听汪小芳说要给钱，继母眼珠子一转，便要来个狮子大开口，打算把儿子今天花的钱都挣回来。我们不要钱，只要你们买一样的糖葫芦回来，再给我的一双儿女道歉。你一个大男人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童宝才多大呀，他就一个孩子，不懂事儿的。他现在也知道错了，让他道个歉不就完了吗？还要人去镇上买糖葫芦赔你，你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真好意思。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他抢东西，你不会制止吗？呸呸呸！我才不道歉，我没错。让你们偷偷吃好吃的不带我，我奶说了，季家的东西都归我。你家和我家有什么关系啊？小时候偷针，长大偷金，老娘这就好好管教管教你。别打我，不是说了给钱吗？你这个老太婆怎么听不懂话呢？谁要你的臭钱呢？老娘就是要给乖孙子讨回公道。不管什么时候，继母都是和儿子站在一起的。你敢打我？二婶婶，你替我教训这个老太婆，快上！童宝突然在后面狠狠推了汪小芳一把，后者惊慌失措地捂住肚子。他现在月份小不显怀，继母眼疾手快的一把给他接住，继母松了口气，汪小芳更是。这孩子要是没了，那不得讹我们家呀？还好还好，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绝对不能出事儿。二婶快上啊！啊！你敢打我？你这个倒贴给我二叔的赔钱货！啊！谁教你这么说的？本来就是，你没成亲就怀孕。啊！你这个坏女人，我让我奶教训你！汪小芳被童宝揭了底，又气又惶恐。此时周围已经聚了不少村民了，她能感觉到很多人都在对她指指点点。看什么看？看热闹都不让，反正不是看你笑话。就是了，小孩子嘴巴松，有什么就说什么了。你一个大人别和他计较，看给打的，你还是他二婶呢。发生什么事了，媳妇儿？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谁欺负你了啊？季晨，是不是你和你娘？眼睛耳朵不需要可以割掉。不是，这还是那个沉默寡言，不管别人怎么说都置若罔闻的季晨吗？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把事情说了个清清楚楚。季二柱呆住了，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说？小芳，别生气啊，咱们的宝宝要紧，童宝只是个孩子，不懂事，你别和他计较啊。我计较什么呀？他气冲冲的先走了，季二柱刚要追上去，又折返回来。小陈呐，听说你刚刚考试完是吧？没考上不要紧，我媳妇儿的堂弟今年刚刚考上童生，学识不错，明天过这里来玩，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倒反天罡是吧？我不觉得他能教我什么。小陈，你就别犟了，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这考秀才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咱们封长一次院士也只能考取3、4个人，分摊到每个镇上，有时只有1个人，有时1个人都没有，你考不上不奇怪的。这么难考呢？哎呦，这秀才果然不是那么好当的，可咱们这种穷乡僻壤，要出一个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这读书啊，不能只看自己舒服，要替家里人多着想。把家里的钱都读干了，拖累一大家子，良心不会痛吗？小陈啊，你也有孩子了，以后不要只顾着你自己了。我发现你们这群人怎么听风就是雨啊？别人考不上，就代表我相公考不上吗？就算考不上，那又咋地？我乐意供他读书，我想当秀才娘子，不行啊？花你们家钱了吗？还有你，说这么多，驴头不对马嘴的，你是不是不想陪我家孩子糖葫芦，贵种和话题呢？我看你这人表面正经，其实心眼子比马蜂窝还多。这怎么会呢？今天太晚了，这糖葫芦已经买不着了。明天吧，明天我去买。谁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你不来，我们几个人还能去你们家找你不成？一大家子无赖打人怎么办？那你想怎么样？既然不陪糖葫芦，
那你就帮我家把后院的柴劈了。小孩子不懂事儿，你这个当叔叔的不能不懂，你得给孩子做好榜样，告诉他做错事儿是要付出代价的。季二柱无奈去干活儿。哎呦，干嘛不要钱呢？很简单啊，咱不能给孩子灌输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观念，更不能让他们因为钱觉得在别人面前低人一等。他冲季晨挑了挑眉。钟宁和季晨今日一起去山上采蘑菇，久经雨水洗礼，潮湿的大山里很容易能发现一丛一丛的蘑菇，有的甚至长在高高的树干上。钟宁作为一个现代人，除了平菇、香菇、金针菇、茶树菇等他吃过的菇子，其他根本认不出有没有毒，只能先采那些颜色不艳丽的，再让季晨去辨别。这个有毒，这个也有毒，这个吃了会叫人致幻。钟宁眼看着季晨把他采的蘑菇扔出去一半，又是惊讶又是怀疑。你是不是在骗我呢？不是说红伞伞吃了糖板板，我这都是白伞伞。季晨一抬头就能看到钟宁瞪圆了眼睛，不服气鼓着脸颊的样子。这段时间他吃得好，原本还有些偏瘦的脸颊如今变得雪白润泽许多。这些都是村民代代传下来的经验，你若是不信便试试。我先把大夫找来准备着。你是不是想毒死我，好继承我的遗产？季晨被钟宁的脑回路无语到，怀疑的是他，不愿意的还是他，怎么怪到自己头上来了？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孩子还需要母亲照顾，家里也不能没有你。我也不想要你那些钱。我和你开玩笑呢，你也太较真了。这不适合做个文科男，适合去学理科。